Hello，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那好像可能有一些人还没有进来，然后因为今天，我今天总监他有要事在身，所以他今天就不课出席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前面的总监致辞的部分，我们这边就会勾束过去，我们会直接进到这个课程的部分，然后我这里处理一下，把课程的教材上传到 Google 云端跟 GitHub 上面，然后看你们要下载的可以来下载。那等一下我会把再给我3分钟左右，我会把网址丢上来。好。
好，那个大家，等一下，我把 Google 的这个连接跟 Google 的连接跟这个 GitHub 的连接都上传到这个云端上面了。那你们可以去把今天的这个教材载下来，对，然后 OK，好，好，那我这里先讲一下今天的这个部分，等一下哦，分享一下荧幕画面，OK，这边好，OK，好，那这是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课程安排。那我们昨天把这些独立的，就是 Android Studio 啊，然后还有 Simulator 啊，然后跟这个 GitHub 的版本控制这些，我们都有稍微讲过一遍了。然后今天这一次呢，我们就会，今天这一次我们就会直接从
最基础的这个 Java 开始讲，然后带到我们的范例 APK，然后会再讲一下这个影像处理，就是会再讲一下那个 log file 怎么去做写入写出，然后写入对，然后再来就是会讲一下影像处理这个 AR tag 的部分是要怎么去抓出来，就是去怎么去算出这个 AR tag 的位置这样子，对，然后再来这边就是会错误控制的部分，这个部分今天应该是讲不太到。这个错误控制这个后续的部分，我们会用录成影片的方式，然后在这边跟各位做讲解。对，就是之后还会录成影片，然后我会再上传错误控制的这个讲解影片上去。然后影像处理，因为今天这个它涉及的影像处理的基础知识 background knowledge 会比较深一点。那我们这边就会进行，就是说，我们会讲的比较没有那么浅，那进阶讲的比较浅，没有那么深。对，那个进阶的影像处理，我会在后续也会再把这个影片再上传上去，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进阶的影像处理。对，好。那这边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 Java 的语法教学，然后这边要等一下哦，好，那这边你们GitHub 昨天应该大家来上的人都有教这个 GitHub 的部分，那在 GitHub 这个部分呢，昨天我们说可以做这个共编嘛，就是你可以做这个，等一下哦。就是你可以做这个共同编辑嘛，就是说那个到底是谁做了什么，谁做了什么。那像我们昨天的这个 repository 开起来的话，像这个，然后我们如果在这边做开启，看一下，全局这边。我们就可以大概就看到说，大概今天谁做了哪些工作，谁做了哪些工作。那这个是各位昨天操作的 GitHub 的这个图，然后这边我们做的是从 public 的 code 去做 fork，就是去把它拉出来，然后我们自己做一做之后，我们再把它推送回去。这是一种方法，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叫做那个 collaborator，就是在这个，因为你的这个东西啊，你的 code 啊，你可能你在开发 code 的时候，你可能不会想要让别人知道你的进度到哪里，那你不可能把这个设为 public 嘛，所以你这边就可以用 private，就是你在这个专案的设定的这个地方，下面这里可以把它改成 private，然后如果那是变成 private 之后，要怎么去做这个维护呢？那这里有一个功能叫做 collaborator，那这边需要输入一下你的这个密码，等一下哦，我输入一下 PC 塔莎123。OK，好，那这边需要输入你的密码，然后在这边的部分呢，你可以在你的这个地方设定这个 collaborator 的部分，然后你这边呢就可以用 add people，就可以把 people 加进来。像我有一个朋友叫 Pocky，那他这个是他，那他就是他就可以变成我们的那个 collaborator，然后变成 collaborator 之后呢，你所做的东西就跟你直接在本地端编辑的一样了，呃，你这边就可以直接做编辑完之后就 push 上去，就不用再 fork，对，就可以直接生产 pull request，对，那这个是共编者的功能，然后这边
就讲2种这个共编的方式，就是你第一个你就是可以用 Collaborator 邀请别人，然后第二个你也可以如果你觉得这个专案你想要让陌生人来编辑的话，那你是可以，或者是你就要一个一个审核他们的这个 branch， 就是他们提交的这个跟动要求，那你就可以改成 public， 然后让大家去使用这样子。对，好，那我们就来到这个今天的这个部分。那如果有些人可能昨天没有用 Git 啦，那我有提供云端连接，你们也可以直接用云端连接去把它开起来。那这个README MD 呢是一个就是一个文件档，那它就是放着，这是我们今天的教材这样子。那今天的教材呢，这个部分我们就这个部分呢，我会在 VS Code 里面去做这个展示，就是你点这个 MD， 然后去按这个读取模式，对，按这个读取模式，然后它就会变成这个可以读取的模式，对。那只是这个，因为这个字体有点小，所以我还是会用 GitHub 来跟大家做讲解、做演示这样子。因为 GitHub 的字体是可以调整的。那当然，你这边我看一下，我印象中它好像是可以下载成 PDF，你其实也可以把它做这个啦，就是列印，然后把它存成 PDF 这样子，对。对，就看你们自己各自的喜欢这样子。对，好，那我把它切换一下，等我一下哦，给我30秒一下。OK， 好 ，OK， 好 ，OK， 把它换成一个比较好读的这个格式，对，然后OK， 好。那我们这边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我这边就来讲解一下我们的 Java， 然后后面会开启这个来讲程式码这样子。对，那这边我把它拉过来。好 ，OK， 好，那我们就从最 basic 的地方开始吧。就因为可能有些人在场大家有写过 Python 的，可以打个右嘛。或举个手，或不了传个表情这样子。如果有人有写过 Python 的，或者是写过其他程式语言的，好，OK，好像只有有，好像有5、6个人都有写过程式哦。OK， 所以这个讲起来就你们的理解会比较快，但是我们还是要为一些就是可能没有一些程式基础的人去做照顾一下没有程式基础的人，所以这边我还是会讲一下，从最基础的变数观念开始讲。那你们这里是第一节，那可能你们讲到你们也可以听一下，因为 Java 的它的程式设计其实跟 Python 有很大的差异，就是它的程式设计其实有很大的误差，它其实跟 Python 我觉得有点多啦。但是如果你的基础概念不错的话，对 Python 这个程式语言的基础概念不错的话，那你对 Java 其实你也可以上手的很快，因为它不像 C 一样，它是可以有物件导向的那个程式语言。好，那我们讲程式，我们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变数嘛。那变数其实就是这个就是说，我们今天说 a 等于，我们今天会assign 一个值。如果你是 Python 的话，你就会打说 OK，a 等于1，然后或者是就是 C 的话，你可能会写 int a 等于1。那 Java 也是，就是 int
就你要先宣告。那什么叫变数呢？变数就是说我今天要在我的电脑里面放置一个可以储存，就是把这个数字，把这个我们人知道的这个数字存进电脑的记忆体空间里面。那电脑记忆体空间都是0101的编码嘛。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在做赋值的过程呢，我们就这个东西就会叫做变数，就是它存在里面，然后它会在程式的执行过程中呢，会一直做改变这样子，对，然后它需要什么？它需要第一个，反正我们在 Java 里面，它需要做 Python 的话，它只需要做名称跟值，就是它会自动识别资料形态。这个是如果写 Python 的人都知道。那在这个 Java 里面呢，我们需要先宣告变资料形态，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需要宣告说 int age 等于25，那就是这个人25岁。那什么是 int？这个等一下我也会讲。然后 string 呢，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要打一段句子的时候，不是数字的时候，那你就会打这个字 string， 对。然后 double 这种都是一个资料形态，对。然后我们的这个变数的使用原则呢，在 Java 里面其实大写跟小写它也是不同的变数，而且它其实有一个命名的很严谨的命名原则，因为在 Python 里面，他们在其他可能比较高阶的程式嘛，像 Python 或 MATLAB 里面，这些命名原则其实原本可能都不是那么的，就是没有那么拘谨的严肃，没有这么拘谨啊，就是不会说很那个严格限制怎样怎样。但是 Java 的命名原则其实是很拘谨的，对。那在分配这个变数值的时候呢，我们会打这个像 speed 等于10嘛，那我们要打的是等于，而不能打等于等于，因为等于这个叫做比较，就是说speed 是不是10？对，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叫做变数的分配，就是我们赋予它一个值，就是 speed 这个东西，它的值叫做10。那就我们要打的是等于，而不是这个等于等于。这个如果是刚开始学程式的人要注意一下。对，那这边就我讲一下 Java 的这个命名的规则。那这个是跟 Python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是之前是学 Python 的，这里可以看一下。那前面这里是一样，就是说你的开头字元尽量是字母，然后而且就是或底线，但是其实强烈建议啊，因为 Python 底线有其他意思，那强烈建议就是都是以字母做开头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我们后面的字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安插数字的，就是说那个 Apple One、Apple Two、Apple 3、Apple 4这样，就我们有4个苹果，然后 Apple One、Apple Two、Apple 3，然后点1、点2、点3、点4，P1、P2、P3、P4，这个都可以。对，那这边是可以的啊，那个，然后我们这边就是禁止使用的东西是这个特殊符号，就是说例如说 Java 里面有一些关键字嘛，那关键字就像 int 啊，然后 double 啊，float 这种东西都是后面我们会讲到的资料形态的这种会以资料形态，要么是资料形态，要么是那个运算函数，要么是这种那个就是提示词。这种部分，那这个东西我们都不能放在这个我们的变数名称里面。对，那大小写的部分也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就是说Java 是一种物件导向的程式语言。那物件导向什么叫物件导向？这个在第20讲，这个是第2讲，在第20讲的地方会讲到。那简而言之，就是说里面有两种不同的身份，就是变数，然后跟物件这样子。如果你要用非常简单的理解的方式，就是里面有2种不同的身份，就是变数跟物件。那物件有他们自己的命名方式，那变数也有他们的命名方式。那你在命名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它的就是如果你是物件的话，你要用这个字首大写。然后如果你是常数的话呢，这边有写，如果你是常数，就是你是一个在这个
整个程式里面都是不变的定值。就是说，假设我今天设定这个程式它的这个最大迭代次数，就是什么我可能要设定这个啊，假设我今天算一个测定温度的程式好了，那我们就设定叫最大，反正这个程式的最大温度叫做10，然后我们不想要在每个地方都宣告这个最大温度叫做10嘛，那我们就可以在城市的最外部那边去宣告一个就是最大 max temperature 等于10这个方法，那这个命名原则就要用全大写。对，那其他这里就有讲，它就有分驼峰式命名法，就像 class 的部分啊 ，class 这个东西它就是必须要用这个字首大写，然后字尾小写这样子。然后如果你是写这种方法，例如什么呢？公式，我们可以写一个东西叫做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叫做 Newton two， 然后 Newton two Newton two， 然后括弧里面的东西叫做 F 等于 ma。那如果你 Newton two， 然后丢这个 a 进去，它就会告诉你这个丢 a 跟 m 进去，它就会告诉你 F 等于多少。这个就是一个方法。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像数学公式这样子，就是它会帮你去重复的做某些事情，就是当你要重复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设计为是一个方法或者是一个类别。对，那在这个变数跟方法的部分，我们使用的是这个小的这个就是大小写兼容的，那记得字首要小写，然后类别你记得就是字首要大写。interface 这个我们比较不会用到，所以这个比较没有关系。那在 package 的部分呢，这个 package 就是说，今天我可能假设你可以把这些程式想象成一个公司啦，就是一个公司，然后可能一个公司一个公司里面有会计部门，然后有财务部门嘛，那可能他们少了一个研发部门，那这个时候呢 package 就有点像是说，哦，那我去外面找那个专门在做研发的那种团队，然后把他们引入到我们的公司来。但他不是在我们公司里面运作的，但是他不是我们公司的人，但是他可以在我们公司里面做运作，这个就是 package 的概念。对，就是说我今天这个原本程式里面没有东西，那我们把它引入到我们的这个程式里面来，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使用。就像这个研发部门的人，我们如果引入进来，那你可能老板就可以去使唤这个研发部门的人，虽然他不是你们公司的人，这样子。对，好，那这边的基本资料，基本资料形态呢，就是开始讲的是，我们就是要开始讲说，我们在变数在赋予一个变数值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这种变数的形态可以命名，就是一种变数变数它有很多个身份，那这边就会开始讲一些基本的形态。那基本形态就比如像数字的部分就有 int integer。这个是整数型数字，然后这个 double 这个是双精度浮点数，然后 float 这个单精度浮点数。对，那你可能在Python 里面还会有更麻烦一点的，就是有 float 8，有 float 8，然后有那个 unsigned int 什么，然后在 Java 里面是 int 这样子，就只有 int double 跟 float。对，然后那个在这个 double 啊双精度浮点数双精度浮点数这边，就是为什么两个都是浮点数，为什么要有这个差别？那这个差别就在于说，既然它都讲精度了嘛，那就差别就在于说它的精准度不一样。假设今天你是要推算，我们来想象好了，你们在学高中，高中的这个地科的时候有学过这个天文嘛？就是你可以推算这个行星夹角嘛，对不对？就是一光年，然后它偏移多少距离的夹角，对不对？那个夹角通常是非常非常小的吧？就是什么2颗行星，然后他们推算过去，因为他们是可能好几百光年、好几千光年，那进到我们眼睛的时候，那个夹角的差距，其实这个只要有些微的这个夹角差距，可能从0.0001度跟0.00011度，这两个差别，它可能这两个行星的距离就差别好几百光年。对，那这个时候
你在用精度上面就这个时候你在精度上面就很重要了，就是 OK， 那到底它是0.00001多少多少度，还是那如果你可能用单精度，你就是0.0001，然后它只能变成0.00011，它会自动进位或者是自动退位。那如果你用双精度，它就可以在更后面的。那这样我们估算的这个行星的距离就可以更短一点嘛，就是因为它这个距离很长，然后所以你这个夹角这样过去之后，你这个两个位置的距离就会变很大。那在我们的 Keyboard RPC 里面呢，我们会用到的也会如此。在就是例如说，在我们的 HOB 的旋转上面啊，我们通常会用 float， 就是会用这种在低精度的这种浮点数去做运算，因为它比较省空间，然后而且它对于这个旋转，就是说旋转的角度偏差，因为它很小一台嘛，所以旋转的角度偏差它影响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因为在这个我们的Keyboard RPC 里面的这个太空舱里面，我昨天有讲一个，就是说它非常的不人性化嘛，就是它的这个它的这个数值啊，都是这种小数点或好几位的这种数字，对。那在这种地方呢，它其实误差一点点非常小的误差，它其实可能就会造成它一些偏移，那这就会造成我们的这个有失真的状况，对。所以这边这边呢，就是 float 跟 double 为什么会需要在这个城市里面同时出现的原因，就是说，如果我们需要这个精准度比较低的这个东西，精准度比较低的这个定义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用 float。然后我们的如果要用高精准度，那我们就需要用 double 这样子。那这边通常我们打的时候啊，如果你打一个小数，你没有指定形态，它通常都会是 double， 就是都会是 double。那除非你有加一个 f， 就是加一个 f， 那它就会变成 float 这样子。就是一定在宣告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加个 f 这样子。对，好，那再来就讲布林了。那布林就是说，是或否这样子，就是说，请问我的太空人有没有到定点 ？OK， 是，那他就回传 true，就那个，然后就是说，那他有没有完成任务？否，那就会回传 false。那这个在我们后面的程式也会运用到，对。再来就是在这个 string 上面 ，string 呢这个东西呢，在我们的数值运算上比较少用到，但是很常用到的是什么？今天你要读档案，然后今天你要在 log file 里面把资料进行写入，你需要写入讯息吧？你不能打一串摩斯密码，然后让别人说让你的队友说，你猜这个摩斯密码是怎样？那你队友可能会直接就把你踢出这个队伍，对，除非你是队长。好，反正 anyway 就是今天这个字串形态在数值运算的时候，它其实不是很常用到，但是它你在写 log 或者是存取档案的时候，因为你会需要拍照，你会需要存档，那你会需要读这个读档，就是读你的 landmark 还有 treasure 的这个宝物的样子的档案，所以你就会需要用到这个 string。那 character， 但 character 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比较少用到，因为 character 它是单一的字母而已。那我们这里面其实比较没有用到这种字源处理，这个就是你要处理语音信息这种可能会比较需要。对，好，那讲完这个，我们来讲一下，就是Keyboard RPC 里面一些特有的资料形态。那这东西其实就是叫做我们都是用一个东西叫做 class 写出来的，就是它其实你在叫的时候，它就是一个 class。那 point 这个东西呢，就像是说你放入那个 XYZ 这三个坐标，那它就可以在你的太空站里面输入一个点。那这个点呢，不是就是说不能只有我们看得懂，因为你要让 Astropy 也看得懂，那你就要透过 point 这个函数让 Astropy 也看懂。那 quaternion 呢，这个东西是这个旋转向量。那我等一下在讲解程式的时候，这边我
会再讲一次这个 quaternion 的内容。那 quaternion 这个部分呢，也就是说你进去之后，你就是可以定义这个机器人它要旋转的位置，它要面向哪边，然后它要那个转向哪边，这个都可以。然后 mate 呢，这个就是图形矩阵。那你们如果是在 Python， 如果你们有学过 OpenCV 跟 NumPy 的话，这个 mate 其实就是 NumPy Array 啊，就是 NumPy Array 的一种。然后它是从 OpenCV 里面出来的一个格式，然后就是它是一个二维的这种影像矩阵。有可能是二维的，也有可能是三维的，看它是不是它有没有可能是 RGB。如果它是 RGB 的话，那它的影像格式就可能是三维的，因为你需要红色、RGB 三种的不同颜色的这个红光、绿光跟那个蓝光三种不同强度、不同光线强度的资料，然后才能合并出这个你的一个影像上面一个像素的这个颜色跟它的亮度。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范例程式也会看到的。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复合的资料形态结构。那这种东西通常会在哪里出现呢？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有需要做一个，就是重复性的做某件事情，例如说我们今天有需要去做这个，我们今天第一个是重复性的做某件事情，第二个就是你可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这个名字，或者是很多不同类型的数字要去做储存。那像我们这边就有显示说，我们的宝物有三种嘛，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array 的形式 ，string array 的形式，然后把它做储存起来。然后就是 crystal、emerald 跟 diamond 这三种。那我们到时候呢，我们要辨识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可以依序把这个 crystal 抓出来，看看它跟 crystal 像不像，然后它跟 emerald 像不像，然后它跟 diamond 像不像，这样子。那在这个存取与修改，这个就是说阵列它的特性是说，它的一旦创了之后，它的长度就不可改变。也就是说，你这里创了三个，那在这边创了三个之后，永远都只能三个，你不可能在这里再加入第四个，除非你把这个阵列把它砍掉，然后你又再重新再创了一个 string array。那这个它的索引呢，其实所有的程式语法索引都是从零开始，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们不会讲它是第一个，我们会讲这是第零个。那你要把它这个元素抓出来，你就是 item， 然后那个点 get， 对 item， 然后点 get 零这样子，就是你就可以把这个第零个元素抓出来，然后这第一个元素、第二个元素这样子。好。然后再来每个元素它都必须要是相同形态，它是 string 它就 string， 它是 double 它就 double， 你不能 string 加那个可能这样emerald diamond 这样子，你不能这样做宣告。对，好，那在存取与修改这个元素阵列这边到时候就这边二维阵列我们就比较少见到，因为我们在程式里面我们有用到这个有用到 mate 这个mate 这个资料格式，所以 mate 这个资料格式呢，其实就某一程度上的我们已经取代了这个二维阵列，就是这个二维阵列也是一个矩阵啊，就是这个矩阵的功能。对，好，然后在这个下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存放大量资料、不同资料的这个资料格式叫做 list。然后这个 list 呢，list 呢，它是可以做动态的，就是说你可以宣告之后，然后你一直的不断把东西加入 list 里面，用点 add 的方式，然后一直把它加入 list 上面。然后这个元素呢，它的顺序会保持不变，就是它的顺序是不能随意做更动的。然后它只能存储的东西叫做它只能存储的东西叫做那个 class， 就是说上面这个我们的这种 point 啊，然后这种 quaternion 啊，然后这种 mate 啊，这种都要用 list 存起来。对，它只能存这个，它不能存 int 这一种的。对，好。
好，那常用的方法这里就可以看一下，就是像我们要添加元素，我们把 Crystal 加进去，然后我们要获取元素就点 get 0这样子，然后移除的话就是 remove，然后去获取大小，这个都是在后面会用到，对，然后再来就 map 跟 set 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比较少比较少看到，但是其实其实应该还是有机会会用到啦，就是 set map 的部分应该也是有机会会用到，对。那 map 的部分它是可以存取一个，如果你学过 Python，你就可以想象 dictionary 就是 map 的功能，对。然后 dictionary 它就是像是说，你可以有你 dictionary 你会有一个 key 嘛，然后再对一个 value 嘛，那你可能你就可以这里就可以宣告说 OK， 我要一个 string， 然后对 integer， 那我今天可能 crystal 就是2，然后 emerald 就是1，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判别出来这个东西叫做2，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2，那这个东西叫 crystal， 那我就会就会传出一个值叫做2，然后我这个判别出来这个东西叫 emerald， 我就可以得到一个值叫做1这样子。对，那为什么要变成2跟1呢？因为它当然是你处理起来会方便很多，比起字串你用简单的数字编号来处理起来会方便很多。就像你叫人名跟叫别人9527一样的道理。对，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set 的这个 set 这个 set 我们可以先跳过，这个 set 我们会比较少用到，所以在基本程式里面不太会讲到它，那我们就可以先跳过。那它其实就是说，今天你要创立一个不重复的元素组合，也就是说，你今天假设 Apple Crystal Diamond Emerald，然后你 Crystal 写了2次，那你把它变成 set 之后呢，它的 Crystal 会变成只有一个。就是它只会有3个这样子，就是 Crystal、Diamond、Emerald 这3种。对，好，那这里讲一下布林运算的控制流程。那这边就是讲一下条件控制。条件控制的部分呢，在 if 就是 if 里面呢，我们这边都是用 and 跟 or， 跟那个 or 就是两个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符号，两个这叫做 and 符号，然后跟这个两杠。然后如果你是说那个不是就是非的话，那你就那个你就是 not。那这个就是逻辑问题啦，就是说呃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设置一个逻辑条件，然后就说 if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且这件事情怎么样，那那就执行下面的 OK，然后偶尔就是只要这2件事情其中一件事情有发生，那就可以执行下面的。然后非的话就是这件事情不是，就是说例如说我们讲天雨则地湿，那它的反向逻辑是什么？就是地湿天会天雨吗？不一定嘛。那天雨地一定会湿嘛？那地不湿，但就代表天不雨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如果地板不是湿的，那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晴天，那这个就是 not 的条件，就是这个 not 就是地没有湿这件地就是地湿这件事情，然后你就惊叹号地湿，然后你就可以 return 天就是天雨这样子。OK，好，那这个 if 也可以做很多个条件判断啊。这个如果你是有学过程式的人，大概大概都知道我在讲什么。那我这边简单提一下，就是你的 Python 不是你的 Java 语法是要做这样子的宣告，就是说if 这个一件事情发生，然后用这个大括号刮起来，然后第二件事情你用 else if， 对，记得要打 else if 哦。然后那个也是，然后再把第二件事情放进去，然后再来就是当这些条件都没有满足的时候，那才是 else 这样子。OK，那回圈控制这个布林运算也会在回圈控制里面，就是说我们今天假设我们今天在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那我们这里这个任务我们想要让 HOB 就是到达定点，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其实你想要一直确认它有没有到达定点这件事情呢，你其实那个可以用 while 去做确认。虽然说这可能会造成你的程式有 bug，但是这是一种确认方法之一。就是虽然它没有那么好，对，那 但是我简单举例就像是这样，就是 while 那我可能要巡视4个点嘛，那我用 for 它可能 for 第一个点他没有寻到，他就直接走到第2个点，然后再就寻到第3个点，然后再寻到第4个点。那每一个点你寻到每一个点，你都可以得到一个资讯，就是它到底那边有几个 landmark，然后有几个东西，对不对？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你都可以知道它这边有几个 landmark 跟几个东西，对不对？那你这边会有这个值嘛？那如果说你用 for 的话，你有可能是这样哦，走到这里拍了，然后判定完，然后就直接走到，然后就直接走到这边，然后又拍了，然后这边又这边也判定，结果拍完之后，你突然发现，哎，这边没有值，哎，就是这样的状况。那你如果用 while 的话，你如果用 while 的 for 的话，你会到回传之后，你才会发现它没有值。那用 while 的话呢，你就可以就是直接检查说，是不是这个值都是4个？那如果不是如果不是的话，那我要再去重新巡游一次。虽然这样很没有效率啊，就是我要再重新巡游一次，这样。但是就是说，这就是外围回圈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当今天某个条件发生的时候，我才会把这个任务终止掉。对，好，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这边讲这个字串。那字串这边其实我们比较少用到啦，这边其实我们应该这边我觉得是可以跳过，就是字串的部分，因为我们其实最常用到字串就是我们要把资料写入 log file 里面。对，那字串的连接这边我们可以用这个 first name，就是我们可以反正我们就可以用加号用加法，然后把整个2个字串起来，就是就是 first name 加 last name。那如果是 Ian，然后这个叫 lie，那最后这个 string full name 这个名字就叫 Ian lie 这样子。对，好，我把它拉过去，拉不过去，好，算了，哦，有了，好。那我们这边都讲，这边就是在讲这个字串的形态这样子，这里比较不会用到，我们这边可以先跳过。对，那在注解里面呢，这个其实很重要，而且我觉得现在越来越重要，就是说你怎么写好你的注解，这个其实跟因为像现在你写这个 ChatGPT。你写程式其实有时候很会依赖 ChatGPT， 或者是依赖 Cloud， 或者是有这种GitHub Copilot 这一种或 Cursor 这种工具，还有很多 AI 工具可以用啦。对，那你在用这个 AI 工具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你下指令可以从注解开始下的，就是说你这边就是注解，什么叫注解？就是说我写了一个东西，它程式不会执行，它只是给使用者看的。对，那这个东西虽然你在写程式，你会觉得你自己在开发，你会觉得很浪费时间，但是如果你们是3个人在开发，4个人在开发，你传上去之后，别人要接着你的工作继续做，他看不懂你的 code，然后要再一个一个问你，这就会很麻烦。所以其实我还是会建议说，大家在写程式的时候都可以把注解写好，就是尽量把注解写好。这是不只是这个活动啊，就是后面如果你们有写程式相关的，你们回来翻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对，你们在回来翻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做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就不会说，今天我上一个东西叫什么 dog 等于5，那这个 dog 是什么东西？我回来 dog 等于5 pig 等于4，然后你回来这1年后我回来看这个程式，这什么东西？我根本完全不懂我在写什么。对，所以注解写好其实很重要。对，然后如果你需要做这种很长的注解，就是这种段落分段的话，那你可以用这个斜线 slash， 然后星的格式这样去做那个段落分段。对，好，好，
那刚才讲了这个基本变数嘛，就是我们在讲这个命名规则，这里我们有看到一个叫做这个变数的部分嘛。那我们这个变数的部分，我们这里就讲完了。那我们再来就要讲方法的部分。那方法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公式，方法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公式。对，那那你的这个基本结构啊，其实就是你会给它一个返回的名称，就是说哦，我这个东西它要返回一个 int，就是整数值，或我这个东西它要返回一个double 值，或者是我这个东西它就是返回一串 array，返回一个 list 这样子。那这你就会宣告一个变数名称，然后这个方法名称这边就会有这个你就会说 OK，那今天我需要我假设这个公式叫 F 等于 ma， 那我就需要说 OK，那我可能 F 是 double 形式，就是 double 的浮点数的形式，然后 m 质量也是 double 形式，那我这边就会有什么 double F， 然后 double m 这样子。对，好，那这边呢，就会执行的程式码。那如果你要回传的是这个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就是 F 等于 ma， 那你回传的值就是 F 嘛，就是对F 或 m 嘛，对F 或 A 啦，对都可以。就是如果你输入是 A 跟 m， 那你的这个回传值就是 F。然后如果你输入的是 A 跟A M 跟 F， 那你回传值就是 A 嘛，对吧？对，那你就可以你的输入就可以是这样子，就是你可以说double， 然后 Newton two 这个方法名称叫 Newton two， 然后就 double， 这样我们今天要输入 M 跟 A， 那就是 double M， 然后 double A 这样子，然后里面就写 F 等于 M 乘 A， 然后 return， 里面就写 double， 然后 F 等于 M 乘 A， 然后 return 就叫做return 值就叫做那个 F 这样子。对，那你到时候抠这个 Newton two， 然后刮胡输入 M 跟 A， 就可以直接有这个会得到你的 F 向量这样子。对对 F 的值。好，那这边这样讲有点抽象，我们可以直接看这边，就是假设我们今天要算这个2点的距离嘛，那我们在城市里面可能我昨天有示范在那个 Rhino 里面怎么算2点的距离，那在城市里面我们也可以算2点的距离。那这个距离要怎么算？如果是3维空间的坐标，我们就是x1 减 x2， 然后 y1 减 y2，z1 减 z2， 然后平方相加嘛，然后再开根号。那你这边看到就是这样子，就是它使用的这个 math square root， 就是这个是从 math 的 package 里面，math 的这个函数库里面去 import 这个叫做 square root 开根号的功能。然后这里就是OK 炮，然后逗号2，这个就是把它平方，就是 P2 的 x 减 P1 的 x， 然后做平方，加上 P2 的那个 y 减 P1 的 y， 然后做平方 P2 的 z 减 P1 的 z， P1 的 z， 然后做平方相加。对，这里用加号串起来。对，然后这里就宣告一个叫 double 的 distance， 然后 return 就会是这个 distance， 那这就是你的距离。OK， 好，那方法的呼叫与参数传递的部分呢，我们这边我们这边基本上我们的做法就会像，就会像是这样，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范例。那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 calculate 就会是这样嘛。那我们像 start mission， 然后我们可以给一个 p point， 为什么这里要写这个 point 就是它的那个参数形态，就是基本的资料形态。然后这个 point 呢是类别，这个为什么叫类别，我等一下会讲。对，那你也可以把它视为是想象成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方法了。对，它其实就算是方法的一种，但是它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方法。对，那在这个 P1 跟 P2 传进去之后，我们会得到这个 distance， 就是这个距离。然后最后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判定方式，就是OK calculate distance P1 P2， 然后它小于 6.0， 那我们就 maybe 进行拍照或 maybe 进行汇报这样子。OK，那
那简单来讲，就会像是这样子，就是像我们这里有这个 API 的这种方法呼叫，我们就有这种 API 嘛，那他们有这种 move to 函数，就是叫做从哪里移动到哪里，那这个 move to 也是方法的一种。好，OK。那各位如果在就是命名方法的时候啊，那个记得要遵循这个它的命名原则，就是在这边方法在方法的命名原则这边呢，它就有讲到你要用小头锋式，记得这个 C 要就是前面的这个字首都要做小写，对。那你们在做这个方法的命名的时候，你们就要记得就是遵循这个规则，不要觉得说这个人可能用我的名字去命名，我觉得很伟大，然后我就人名嘛，然后就把它第一个做大写，这个是这个在 Java 里面是行不通的，不能这样子。对你如果要宣告 class 你觉得你自己你就可以用 class 的方式，那你的字首就可以大写。但是如果你要宣告方法不行，就打没这样子。好，然后在我们其实有一些建议哦，这个就是说因为这个其实是给写程式的人一些建议啊，就是说你一个方法最好是只做一件事情就好了，就是你可以你给你的计算2点距离，你就一天方法只做一件事情，你不要说 OK 计算的这2点距离，然后我又再去做了哪件事情，然后计算2点距离之后呢，然后我又再去那个计算的这个它跟原点的距离，然后又去再加上说那个它们之间的这个三角形面积。现在夹出来三角形面积，然后再去算那个什么法向量那个建议是把它拆解成一步一步做，就是说算三角形面积一个，然后法向量一个，然后那个就是计算距离一个，这样我们会比较建议，因为这样的阅读起来会比较好，就是你的队友在阅读的时候他也会比较好懂你在写什么东西这样子。虽然刚开始我们都是就是没有在管它，就是反正一大串嘛，我们就把它全部丢进去。对，好，OK。那这只是一些建议啊，那大家就可以参考一下。OK，那下一步要介绍类别，那个现在我看1:58了，差不多是可以先休息一下。那我们可以休息10分钟，那2:10我们再进来。那之后我把类别介绍完之后呢，再讲一下一些基本的结构，应该会再讲40分钟，然后就可以切入到我们的这个程式的主题，对，就可以切入到我们程式的主题，然后我就会用我刚才讲的这些观念哦，然后来跟各位讲解这个程式的运作机制这样子。好，OK，那大家先休息，上个厕所，喝个水。如果有问题，一样，我这里开一个会议室，然后你们可以来做询问。不过我这里要先去上个厕所，所以可能要稍微等我一下下。等我一下。OK，好，好，好，就先这样。那上个厕所，那这个今天到2:10，对，2:10大家回来上课。
OK，那我们这里就要，我们这里就要回来了，对，我们这里就回来上课。那大家可以准备，我们就现在就进入到 Java 的最核心的地方，就是 class。就 Java 当时能打败 C，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出现了这个 class，就是物件导向的这个观念。那这个物件导向呢，其实就衍生出了 class 这个功能。对，好，那我们讲一下什么叫做 class 好了。那它就是 class 呢，它就是物件的这个蓝图或模板。就例如我讲一下，我我讲一下简单的，哎，我没有开分享吗？不好意思，对对，不好意思，这边 OK，好，我这边有大家有看到吧？大家应该有看到。好，那 class 这个功能呢，其实它就是那个物件的蓝物件的蓝图或模板。那我们可以说，如果它是就是一个人的话呢，它就像是一个人里面身体的器官跟骨架。对，好，那它定义了这个物件的所有具有资料，就包含它的属性，然后行为还有方法这样子。那就是几乎所有东西其实都是物件，这是 Java 最强的地方，就是它当时能打败 C，虽然后来它被 C 加加打败了，但是它还是有它的长处啊，要不然也不会我们比赛也不会用这个程式来做运行。对，但是就是说，Java 它是物件导向的程式语言，那所以几乎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物件。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命名这个类别的基本结构好了。那我们就是说，首先我们就可以宣告，就是这个 public 跟 private，我等一下会讲它是什么东西。对，那我们首先呢，我们假设我们要宣告一个东西叫做机器人，那我们可以对它宣告这个物件的这个属性。对，然后我们就会先宣告嘛，就是说 OK，它有 name，然后跟它的那个电池状态就是 battery level，然后在这个 public 在 public 就是在这个公共存取区这边呢，就可以输入这个 robot，就是说我要建立机器人这个物件，这个类别机器人这个类别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打 robot，那我可能叫 astrob 嘛，它的输入叫 string，那我就打 robot astrob 这样子，然后你就可以输入这个就是那个它的 name 叫做什么 name 叫 astrob，然后它的 battery level 叫做可能叫100，它的电量有100这样子。那你对于这个东西呢，它是定义出来，就是说呃定义出何谓 robot 这个物品。那你之后呢，你还可以对这个 robot，就是说你今天如果创造出了这个 robot 之后呢，你说你要把它移动到某个地方去，那你可以用就是你可以写一个里面的函式。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用再就是写上面的方法了，就你不用再写这个上面的方法，然后就说我现在宣告了这个 robot，然后我还要把这个 robot 移动到哪边去，然后它的 battery level 呢会减多少，然后再把 battery level 存进去。你可以直接写在这个里面，就是说 robot 点 move，然后给它一个距离，那它就会它这边就会写说那个就是 battery level 减等于那个 distance 乘以1，这个就是说 battery level 这个减是前置符，就是说battery level 会等于它原本的这个 battery level 100减掉 distance 乘以0.1，distance 如果是10的话，这个就叫1，所以 battery level 会等于100减掉那个减掉1，叫做99。这个就是这一行程式的说明。然后呢，我们可以用这行程式的说明呢，去定义这个幕府，就是应该说我们可以用这个幕府啦，幕府这个内建的物件方法，我们叫做内建的类别方法，然后把它定义说 OK，我今天打 robot 点 move 多少的时候，那它就会传入它回传的东西。应该说，它 robot 自己内部的这个程式就会说它的 battery level 会开始往下掉，这样子。那你也可以印出它的这个 battery level，就是
你就打点那个 robot 点 get battery level 刮胡，然后它就会回传这个 battery level 出来，这样子。好，那其实你要这样讲，其实它是有其实是有点复杂的啦，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说一个类别它其实是可以创立一个 class，它其实是可以创立多个物件，那就是类别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房屋的设计图，然后这个物件呢就有点像是我们这个用这个设计图建出来的这个房屋。就是说，OK，我今天我需要那个可能做一台车出来，那我有这个设计图之后，我可以做很多台车嘛，对吗？然后每一台车它都有挂不同的车牌嘛，对，每一台车它都是一个独立的物件，但是它都是属于车这个类别的。就是假设我们像说宾士 C300，宾士 C300好了，那宾士 C300，那你这个车宾士 C300的设计图弄出来之后呢，你是可以建立出这个，就是你是可以建立出很多台宾士 C300，但是这每一台宾士 C300都一样吗？不一定哦，他们有可能内装不同，他们有可能他们有可能车牌不同，他们有可能车主不同，然后他们也有可能那个车祸的时候撞到的地方不同，这样子。那我讲的这些内容，就是讲的这些性质，就是物件的这个建构值，就是他们物件里面有的 property，就是像 name 啊，然后像 battery level 这一种的。那这个东西就是它的性质。那这个 class 呢，代表的是一个统一的统称，就是宾士 C300这样子。OK，那那物件类别物件导向设计呢，它其实讲白了啊，就是这个物件呢，你可以把它类比为是一个不，这个类别你可以把它说成是一个资料形态，就像是我们前面讲的这边有什么 list 嘛，对不对？这边有这种 list 嘛，然后有这种 array 嘛，对不对？那你有没有看到这种像 array 这边？array 这边，我们讲 list 好了，像 list 这边呢，它它可以做这个，它可以做这个获取元素，它也可以做移除元素。那这个东西它所对应到的，就是就是这个物件本身的这个，等一下，它在哪里？哦，太下面了。就这个东西它所对应到的就是物件本身这个函式的这个行为，然后它也可以得到这个 list 它到底有多长，对不对？主要是我有 crystal、diamond、emerald 三种，对不对？那它的 list 的长度就是3，对，三的话，这样子我们其实可以打那个点 size，那它其实就会 return 这个 list 的长度，对。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也可以把它，你可以把它，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种这样的概念，就是说我可以在里面内建一个自己的函数，然后我用这个类别点什么，我就可以得到它里面的性质，这样子。好，那再来就讲一下类别设计的这个原则。第一个它就是可以做封装嘛，就是它可以就隐藏开放，就是隐藏内部的不反正隐藏内部就是你不用每次创类别你都要呼叫一个这个，你就直接叫它就好了，你就直接叫它这样子，对。然后它相关的功能呢，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全部都塞在一个类别里面，像你说 attribute 里面 attribute，然后它可能有这个那个它 attribute 它可能有这个那诶。发手电筒发光的功能，然后或者是这个移动的功能，这个东西呢，全部都可以写在一个 class 里面。对，好，那每个类别呢，其实你也可以让每个类别它只负责一个单一的功能，就是让attribute 它就是负责做的就是移动嘛、巡逻这些嘛。那个 inbot 它就是负责做的是直播嘛，就是帮 attribute 开直播嘛。然后传承它的没有，就是这样子，对。然后我们这个物件的应该说类别的这个设计啊，
就是说，像 HOB 我们就要依照它的这个功能，我们就去写入它的这个方选，然后 Inbo 它因为没有直播功能嘛，因为 Inbo 没有这个取东西，也没有拍照的功能嘛，它就只有直播的功能嘛，那它就不需要写这个拍照功能，也不需要写这个夹取的功能嘛，对吧 ？OK，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来讲一下真实的这个物件的实例化，就是说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物件到底要怎么去创建这样子。OK， 好，那像我们刚才这里讲了这个 robot 这个方选，对，这个 robot 这个方选，那我们这边呢，我们这边呢，我们在创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这个已经是一个 class 了哦。那它其实你要说它算一种资料形态，我的认知上它也算是一种资料形态，虽然它是 class，但是它也算是，就是说像设计图，你有房屋设计图跟汽车设计图，对，那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它也算是一种资料形态。你可以说它是房屋设计图，你也可以说它是那个汽车设计图，就是这两种设计图是不同的东西嘛，对。然后那我们就这边我们要把它命名，那我们就可以做这个用呼叫这个 class 来创建物件。那每次创建呢，它就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出来。像我就说 robot HOB 它会等于它的名字是 HOB， 这输入叫做名字嘛。那 bubble 它的名字就叫做 bubble 这样子，或 bubble 它的名字叫 inbo 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刚才这里有想到我们要写到幕府，对不对？那这边有讲说，就是像这个你让幕府，你先让这个 HOB 幕府这 5.0 嘛，那有可能你就会问他说，哦，那我还剩下多少电可以移动？你就可以打 get battery level， 那这边它就会 return 这个就是 5.0 乘以 0.1， 就是0.5，那就是 99.5。对，那 bubble 我没有让它动过，所以它是100.0。对，就记得它一半被创造出来，它们就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就是它们两个就是自由的。就你不要说这个 HOB 它动了之后，然后它就会影响到这个 bubble， 其实不会的，它们都是独立的个体，它们是意志是自由的。OK， 好，那这边反正我们可以讲一下，就是说 Keyboard RPC 现在中常用的这个物件。那这个 point 呢，就是这个 point 就是我们会对 HOB 下的指令。那这个是一个 class， 这个叫做就是我们可以说哦，它该 point， 然后它会等于我们就放一个 new point 的位置。然后 orientation 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需要它旋转的这个角。那它这个 class 叫做 quaternion。那你也可以再对这个 quaternion 去赋予一个它的这个物件，就是它这个类别的这个值。对，好 ，OK， 那我这好，那个这边就是这边就是这个，如果你要使用这些物件有没有？那你可以用这个 API，就是 API move to， 那 API move to 呢，它其实就自动的会把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它都做宣告了嘛，那它就可以那个 move to 这个方选呢，就可以把它就可以把这个 quaternion 跟 point 的里面的内容解析出来，然后把它变成 HOB 可以读的这种代码式命令，然后传递给 HOB。对，好，那对这边就简单讲了，说为什么会需要物件呢？那这个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其实我们在过程中我们会一直创造不同的东西，就是说，假设我们今天有一次要操控5台机器人，那我们可能要机器人1、机器人2、机器人3、机器人4，那他们都有一样的功能，他们其实都有一样的内建，都一样的功能，但是你要让他们做不同的工作。对，那你如果没有物件导向会变怎样呢？就是你要写一个很长的程式去写说，OK， 机器人1现在要干嘛？然后机器人1它有哪些性质？然后机器人1它的这些它的这个程式它定义，因为它的那个方法定义只会限制在，就是你还要写一个方法，然后去定义机器人1的行为模式。然后呢，对于机器人2，
你又要把同样的程式再抠一遍，然后又复制哒哒哒哒哒这样子一次叠下来，所以你的程式就会变得非常长的一串。那这可读性就很差嘛。所以其实物件其实很大的增加了我们的，就是物件的包装其实很大的增加了我们的可读性，而且让这个开发变得比较容易一些。对，好，那再来就是讲这个 Java 的那个档案结构跟这个我们 package。那 package 的部分呢，就是我刚才讲了，举个例子，其实 package 就有点像是我们的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的这个公司，然后要把一群人这样子组织起来。那你就是要好好的说，你就是要好好的说明这个到底谁要负责什么，谁要负责什么，谁要负责什么嘛？对。然后这边呢，有时候你可能有时候你可能这个你们公司只有财政部门，然后你们公司只有财政部门，只有销售部门，没有技术研发部。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就是从外面找人。那这个你找的这个外援呢，引进来的这个外援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当做是 package。就是他虽然不是你们公司的人，但是他是你请进来的，就请进来协助你，所以你其实可以对他进行一些调度。好，好，所以package 它其实它其实就是你要自己创一个 file 啦，然后你要在这个 file 下面呢去写这个 package 相关的这个程式。那它里面 package 可以包含很多，它可以包含像是这个我们有这个物件类别，然后这个 mate list 这个全部都是这个资料形态，然后它也有包含像是这种就是那个函式，就是方法。像我们刚才讲的牛顿第二运动定律这种方法，那它也可以作为package 的内容之一被引入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是在 OK 再来就是你们在做 Java 这个档案的时候呢，其实第一行都会是这个 package 宣告，就是这个东西它的名字叫做什么。然后因为它要把所有东西，就是说这些所有的这个外部聘请进来的这些员工都要做一个打包，就是说今天 OK， 今天我这个产品，我的开发者是谁，我的负责销售的人是谁，然后我的这个有可能负责盖章决定要卖的人是谁。那这个东西其实全部都要进行打包。那有些外部的东西，它就也要把它一起包在一起。因为你总不可能说 OK， 那我产品请外面的人做，然后做完之后我就用我们公司名义发出，然后他们外面的人因为他不是我们公司的人，所以我就都不把它写在上面。这个不行吧？所以 package 就有点像是这样子的概念，就是说你会把所有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资讯，只要跟这个我们这个产品有关的，就全部都会被都会被打包进来。对，好，那这边主要就是讲一些 package 的基本的规则。那其实对于我们的程式的读，就是你要读，对于我们如果只是单纯想要改这个 sample APK 的程式来讲，其实这边影响并不大。对，那影响比较大的是怎么去 import， 然后怎么去写这个 class。对，好，那在 import 的部分，我这里就讲到了，就是说有点像是说 OK，那 import 就有点像我把外面的这个技术团队引入的这个概念。那我可以像我的 Java 里面原本没有这个东西嘛，那我可以从 OpenCV 里面引入 mate， 就是二维矩阵。对，然后也可以从这个把整个套件，就是说这个 star 就是这个，如果你有学过 Python，你就大概可能有看过这样的用法，就是 import 什么 import numpy s， 然后就加一个那个星星符号，就是说所有 numpy 的那个函数功能全部都是，全部都是一个自动的，就是全部都是一个你在里面可以做任何调用的，你就不用再打这个很长一串，就 numpy 点什么什么这样子。对，然后这边就是在教你怎么去 import 啊。那其实我们这里很多功能都是要做 import，那你就是要
查就是可能一些相关的功能，他们里面都会写，那你就是要简单查一下这样子。对，好，OK。那再来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类别这个它是可以继承的，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可以说这个，我们是可以说，我们直接从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机器人里面呢，再复制一只机器人出来，就是我们不用再，因为我们可能OK，可能今天这个地方需要2个机器人，可能今天我要做这种就是组装车子的组装好了。然后一个机器人，你发现一个机器人有点做不过来，那你可能要你可能要靠2个机器人。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一个人可能负责拿东西嘛，然后一个人负责装东西嘛，这样子。那你可能原本一个人在拿跟装，那你就可以把这个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工作把它做继承，就是把它复制出一个新的类别，然后你不用再做类别的复制了，就是 name 什么那些都不用，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对，他们的这个函式全部都是一样的。那你这边直接复制出来，那这个时候机器人一旦复制出来，它就可以马上作业了嘛，就是可以开始哦，那你就分配哦，你去拿东西，然后你去装东西。对，那这个其实就是我认为拿来比喻继承就是像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们创造一个类别，创造一个 class，是有点像是用设计图做出一个机器人。那里面很多东西我们都要做初始化的设定，很多东西我们都要做初始化设定。那继承的话，你可以直接做这个，直接做对已经有的这个类别做一个复制，那你就可以复制出一个跟它一模一样的，然后来做一样的事情，这样子。好。好，那子类别可以获得副类别所有的 public，就是所有的 public 跟 protected 的和 public 和 protected 的成员。那什么是 public， 什么是 protected， 什么叫 private， 这个下面还会讲。然后子类别呢，也可以去复写这个副类别的方法，就是说我今天这个机器人突然觉得它好像有点多余了，就是我不想要让它有这个功能，那我其实还是可以去复写过去。那他可以去做这个复写的可以去做这个复写的工作。然后 Java 呢，它只能继承，就是只能做单一继承。也就是说，这个其实影响不大，这个你们可以看过就好了。就是说你的一个副类别，它就是一个子类别，它不能同时继承很多个类别的特性，它只能继承从一个类别一个副类别里面复制出来这样子。对，好，好，那你们在范例 APK 里面也会看到这个东西，叫做 override。那什么叫 override 呢？就是你要重新去定义。当今天你复制了这个机器人出来之后呢，你想要重新去定义它里面的一些东西，但是你又没有要重新定义的，你又没有要全部定义的时候，那你就要用 overwrite，就是你没有要直接再用蓝图造一个机器人出来，而是复制一个机器人，然后再去做里面一些很微小的，可能这颗螺丝把它拔掉，这个开关把它打开这样子的设定，那你就要用 overwrite。对，好。那这是复写的语法，就是说，我今天有一个，我今天做出了这个 class 的 robot 嘛，那它有这个 move 的这个函式，就是它会算它的那个电池耗电量嘛，对不对？然后现在它的这个 move 的函式呢，现在是宣告说，那个它会你点 move 的，然后它会就说那个 robot move slowly 这样子，对。那你这边其实可以去做这个，你其实可以去做这个类别部分类别部分的重写，就是因为前面我们它可能要你可能要赋予它 name， 可能要赋予它很多的函式功能，可能要赋予它什么就是一堆有的没的功能，就像我们的那个，就像我们的人，然后可能有性别啊、国籍啊，然后有什么那个
居住地址啊、电话啊、生日啊那些什么一堆功能。那这个你没有要一一复写，因为一一复写太麻烦了。那你就可以用 override 去复写那个单一的这种类别功能。对对，那像这边它显示的就是 robot move，然后那个 robot move slowly，然后我就可以把它复写成，当我今天 call move 的时候，它是 HOB files in zero gravity 这样子。对，好。好，那要记得复写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基于这个机器原本有的这个，我们在说我们基于这个原本有的机器人去复制出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人嘛，对不对？那既然是复制出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人，你不可能说 OK，那个这个机器人身上有那个没有飞弹，然后你复制出来机器人身上突然有飞弹，这就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你在呼叫的时候，就是你在写 override 的时候呢，如果这个父类别没有匹配的方法，这个编译器会报错。就像我讲的，你机器人身上没有飞弹，但是你突然那个复制过去之后，机器人突然身上就多了一个吹风机功能，好奇怪，然后或者是多一个飞弹功能，好奇怪。那当然你在改说，我要改这个 missile，就是这个那个飞弹的功能的时候，它编译器会报错，它就可能说你根本就没有这个功能啊，你要改什么？对，所以基本上你在复写的时候要注意，就是你要注意说你的这个复写的方法是不是在原本里面就有了。对，好，所以我们在范例程式码中，我们就会写，就像他们这个 Keyboard RPC Service 这个类别 class 里面本来就有 run plan 的嘛，那你就会去做这个 run plan 的这个复写。对，OK，然后复写里面就可以开始去做你要做的事情，这样子。好，然后这边 Android Studio、Android 的应用程式结构这边，其实这边其实就是两个重点而已啦，就是你在处理的时候啊，其实你会看到我们看到这个程式这边有这个 OK，你在这看到城市这边呢，有这个 main activity 啊，然后跟这个 your service 嘛，对不对？然后这个 your service 呢，它就是一个 class 嘛。那你看，像我这边有写一个叫那个新的 class 叫做 quaternion 嘛，这个类别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呼叫这个类别之后呢，然后它会产生一组随机的 quaternion 的数值出来。对，它会产生一组随机的 quaternion 的数值出来，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直接抠。那这个东西其实，也可以用方法写，也可以用类别写。对，然后在这个我们这边呢，其实最主要会有这两个，就是 main activity 跟这个 your service 这两个东西。然后我们在这个 main activity 这个部分呢，它其实是应用程式的使用者界面，就是毕竟是 Android Studio 嘛，这是在写手机的，所以它 main activity 其实在显示说，你的手机这个页面会长怎么样子。那 your service 呢，则是它背后，就是说你的手机，OK，我喜欢按 trade，我喜欢滑脆嘛，就是现在喜欢滑 TikTok 跟抖音，然后还有脆嘛，然后就什么事情都问脆，然后你现在滑的这个东西是脆，但是后面在控制这个脆怎么去把文字印出来，怎么去把文字印出来，怎么去接收你的这个按喜欢的这个命令的，是这个 your service 的功能。对，好。好，所以就是所有的大部分操作啦，其实全部都在 your service 中进行，因为它是主控的，而且我们这不是在写安卓的应用程式，所以其实 main activity 不太会用到。对，然后我们的启动，其实在那个 KYVC 的这个启动流程来讲，就是 main activity 会系统 HOB 会启动 main activity，然后 main activity 再去叫 your service，然后 your service 被调用之后呢，会再叫它那个 your service 里面，就是它其实里面就已经包了所有的那个他们引入的这些类别物件，那就会开始 work 这样子。对，那就会执行 run plan one 的工作。嗯，好。
好，所以大多情况下呢，我们只需要修改这个 run plain one 的方法，就是我们等一下看那个 Keyboard RPC 的教学的里面就会讲到，就是它的 sample APK 也是说只有让我们去改这个 run plain one 的这个方法。对，好，好，那再来就讲说什么是 public，就是你们在这个城市里面刚才应该都有一直看到 private、public，然后什么 protected 这个东西这样子。对，这个东西呢，什么叫做 public？那这个东西叫做就是修饰存取词。那它其实控制的就是说到底哪些应该说哪些程式可以调用哪些部分。简单来讲，就是说，今天我假设放了一个假设我今天是在这种那个活动中心好了，然后我就放了一大堆香蕉。对，我就放了一大堆香蕉，然后跟我在我家放了一大堆香蕉，这个东西会拿的人就是不可能就不太一样嘛。就是说你在活动中心可能放了一大堆香蕉，然后你说哦 OK，大家想拿就拿，然后你在你家也放了一大堆香蕉，你家里面然后放了一大堆香蕉，然后你也跟大家讲说想拿就拿，但是你的那个跟大家讲可能是跟那个邻里里面的所有人讲，就是哦那个今天会去活动中心拿香蕉的人可能是你隔壁的阿伯啊，然后那个。然后可能是那个住你楼上的女高中生啊，或者是住你或者是住你楼下的男高中生啊，或者是那个 maybe 是什么可能他什么你对面家人里面养的狗狗啊这一种，就是 这就是 public，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进行存取，都可以去活动中心拿香蕉。但是 private 就是像你把香蕉放在你家，那你就说 OK，那我今天你要来拿我这个，你要来使用我这个香蕉，那我就只能说那个 OK，只有你爸爸可以拿，你妈妈可以拿，你弟弟、你阿公、你阿嬷可以拿。对，那这个就是 public 跟 private， 就是说每个城市它能调用的阶级不一样。如果它是写 private， 那它就只能限制在这个被它包起来这个环境里面。那 public 的话，则是全部只要城市里面有出现的地方，其实包含像它 call 到的这个 就是 API 这个部分，它都可以去做这个 public 的调用，就是 public 里面的城市的调用。对，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叙述吧。就是最开放的存取层级，然后它可以从任何地方访问该成员。所以一开始我们的这个语法会用 public， 然后那个名字也会用 public string name 嘛，因为你这个 class 就是要让其他人可以其他人可以去做呼叫的嘛。那在 your service 里面呢，那通常会通常会宣告为 public。对，那就是说 API 所提供的方法呢，其实也基本上也都要是 public，因为每个人都会从 API 里面去叫东西出来，所以你叫东西出来，其实你的存取层级要很高，要不然你 private 它就会被锁在 API 里面。对，好，但是就是说他说建议就是说你可以试一些东西而定，就有些东西它不是那么重要，有些东西它可能比较重要，那你就要让它，就是而且它的功能可能限缩在某个地方，就是它只限缩在某个城市某个地方会用到，那你就要让它变成，你就不要让它变成 public。对，那方法通常比变数更适合变成 public， 因为方法就是你任何地方都会需要调用嘛，然后必要界面也会那个设为 public 这样。对，然后在存取修饰词这个地方呢，就还有 private 它是最严格的存取等级嘛。那就是说，就是说你这个 private 呢，你这个性质呢，只能在 robot 类别内部被访问。也就是说，你去其他地方，就是说你其他的地方，你如果要把它你要把它印出来，那你是没办法把这个 battery level 印出来的，你只能写一个叫做那个 recharge battery 或者是怎么 print battery level 这一部分，然后
你这样才能把它印出来，要不然你不能写说robots 点 battery level， 这个是拿不出来的。对，好，那就是它的使用场景就是在填补类别内部的实现细节，然后不希望直接用就是外部访问，就是你可能不小心手滑，然后打到一个字，然后可能就不小心把那个不小心把这个类别的性质改掉了。那他希望这个类别性质是不要太常去动到的，就是一旦宣告好，他就不要动到，那这个东西就会是 private。对，好。好，那这边通常就会像是这样，就是 robot， 然后我们会有这个 private， 就是只有 robot 里面才会有的变数。然后像 get battery level 啊，然后 set battery level， 这个都是你可以去做呼叫的，因为它是 public 的。对，好，好，那这边有讲哦，就是辅助的变数和方法，其实通常会设为 private，因为它不是那么重要，你不用让它冲刺在公共空间里面。然后，而且就是说，你也不希望，就是说，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其实常常都会打说 A 等于什么。那但是你在打的时候，你如果程式很长，你打到最后那个 A 等于什么，你如果都用 public 的话，你那个 A 可能有时候你忘记你有写这个东西了，你又再写一个那个什么 int A 等于5，那它就会直接把这个 A 洗掉。对，那如果它是 private 的话，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对，好，那再来就是 protected 与 default。那我们其实里面只会看到 protected。对，那 protected 这个修饰词呢，它就是说它允许这个同一个套件里面的所有类别跟所有子类别访问。就是说，我在这个 package 里面呢，我如果复制出了2个 robot 出来，这2个 robot 都可以都可以互相的去使用这个套件里面的这个套件里面这个套件里面的这个变数或方法这样子。对对，然后 default 这个我们不太会用到了，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就是只允许同一个套件里面的所有的类别使用。对，就是它只能有类别，然后你使用了子类别，它也不能做访问这样子。对，好，OK，那这大概就是 private 跟 protected。然后像 Keyboard RPC Service 里面呢，就是它使用的就是 protected 的这个方法。那它的那个宣告它的存取词就是 protected，就是允许说 your service 的 protected 可以去复写，就是去复写这个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它继承的这个位置，叫做我有点忘记它继承这个 Keyboard RPC Service，就是它允许它可以去只允许它可以去复写这个 Keyboard RPC Service 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很常见到的就是 new。这个 new 的部分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关键字建立，就是你要今天你打了一个字上去，然后你要把它放到记忆体里面，就是你总是要把它存到电脑记忆体里面嘛。那这个时候你用 new 就可以开装一个存放记忆体的空间，然后把它塞进去这样子。对，OK，然后在建构就是建构纸这个部分呢，就是诶。我们常常都会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类别塞进去嘛，那我们就是都会用这个 new 去做这个初始化。那记得如果说这个东西它已经被建构上去了，就是说它已经这个 entropy 它已经被 build 出来了，这个 new 这个不能写2次，要不然它会报错。就是说因为你已经建了一个空间在放这个东西了，然后今天你又要再把你又要告诉他说，哦，没有，我不止这个空间有放哦，我这个空间也可以放。那这个就有点像是说，三颗苹果怎么分给4个小朋友？不是砍掉一个小朋友，
就是类似这种概念，就是说你不能重复的去分配，就是你不能重复的去分配这个记忆体空间，让他们有重叠到，所以你不能这个 new 不能再重复宣告2次，对，就是一个苹果只能分给一个小朋友。好，好，那就是大概就是像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常见的物件创立就有点像是，我们常见的物件创立就是像这样。然后在 API 的概念这边，我就稍微简单讲一下，就稍微简单讲一下那个什么是 API，就是 API 它其实就是说，你可以你可以其实你可以远程去控制这个，你可以远程去控制这个系统，然后它提供了一个界面，就是让你因为像我们手机我们在控制 FB 或控制这个 Instagram，我们要用滑的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有 API 的话，你就可以用程式的方式，然后去控制这个 FB，然后去控制这个 Instagram，然后就是建立一个远程的沟通界面这样子，对。那 Astrobe 这个 API 呢，它就是允许你可以控制太空站上的机器人。那这个 API 呢，就会在最开始最前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被 import 进去，这样子。好，那这边大概讲的就差不多了，就是说这个 API 这个 API 呢，其实就是掌握了所有控制机器人的这个函式这样子。然后像什么你要做这个 Start Mission 啊，你要做 Move To 啊，然后你要做这个拍照啊，然后这个回报啊这些东西呀、你都要透过 API，然后传递给这个 HOB 知道，这样，然后 HOB 才能做动作。好，那这边，我可以简单，我可以简单讲一下这个，我可以简单讲一下这个 API 的这个呼叫的实作范例，这个是官方说明里面有特别说那个要强调的部分。OK，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基础的这个流程代码，就是这个，API 点 Start Mission 这个是任务开始嘛，然后我们要赋予一个新的地点，所以我们设一个 point，然后跟设一个 quaternion，这样，然后我们就我们就把它传递给 API，让 API 透过 move to 这个类别内建函数去做传递，这样子。那 image one 这个是拍照的影像，然后我们可以透过 API 我们也可以透过 API 去跟系统沟通，就是回传，就是回报给系统这个我们认为的这个区域的结果，对。然后在那个，它同时呢，API 它也会给你一些，就是因为它毕竟它也是像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物件方法，嗯，在前面这个地方，private 跟 public，对，在前面的这个地方，就我们有讲到这里，它会 return 嘛，对不对？等一下啊，它怎么不见了？哦，好，没关系，反正我们说这个它内建的方法会 return 嘛，像我们刚才举例 battery level，然后像这个移动这个部分，像 print 资讯这个部分，它都会做这个，它都会做return 回报，所以在这边在下面这边呢，其实它也会可以做，它也有写这种物件，就是回报变数的功能，就是应该说回报值啊，不是回报变数，回报值的功能。那我现在可以把这个值assign进这个变数里面，
就是它会回报一个布林值，然后这个布林值呢就是 true 或 false，它会那个传进这个 mission started 里面。那我们这里呢，通常我们会建议，因为 API 就是它需要传输，那这个传输过程中，你就知道说，反正你上传的档案，现在可能大家网络很好，所以很容易成功，但是有时候其实还是会出现这种上传失败的状况。那你这个时候呢，你上传失败，你要直接给它执行吗？因为它没有做 start mission，它系统就不会开始计时哦。就是它没有做 start mission，它系统就不会开始计时，就不会开始做评分哦。所以你做了这些动作，其实有点等于是在白做。对，那你这里就可能要写说，哦，OK，那 if start mission mission 失败，那要怎么做 ？Maybe 我再传一次，我过了10秒之后再传一次，然后 try 就是 try 的话，就是说，今天我先试试看这个东西它会不会有问题。那如果这个东西它有问题，我有一个备用方案，这跟 if else 不一样，就是 if else 其实 if else 是这样子，你程式执行下来，它 if 这个程式执行到这里，它报错就是报错了，那你的程式就是中断在这边，对，你的程式就在这边断掉。那今天 try 是怎么样？今天 try 就是我今天程式执行下来，我可以说，那我们先去 try 看这个方案怎么样。那我们 try 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写说，今天他如果有收到这个，今天他如果有收到这个相关的资讯嘛，那我们就做怎样的执行嘛？那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个报错。就是说，如果不行 exception，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个。通常我们会叫会报错啦，或者是执行替代方案这样子。那报错你就可以选择这种报错类型，甚至你可以印出这个资料，就说 OK，他可能今天在哪一个环节，就是说今天我可能3个都是 move to， 但是我第一个 move to 是 move to 点1，第二个 move to 是 move to 点2，第三个 move to 是 move to 点3，然后今天我如果用 if else， 我得到的是move to 出现的 error， 就是这样。那我怎么知道是点1、点2、点3出现的 error？那你这个时候报错，你就可以做说OK，那它可能 print 在哪一个点上出现的 error 这样子。好，那这边就有讲 API 最佳实现了，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加适当的错误处理。那错误处理这个部分，其实它也是蛮精深的，所以这个部分我后续还会再拍一部影片上传上来。对，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没办法对，我们可能没办法教到那么多。对，那我也需要一些时间再去收集更多这种错误处理的，就是错误处理的案例啊。对，就是还要再跑模拟器，就是还要再用模拟器去跑，让那个错误处理展示出来它的效果才行。这样子，对，好，那这边就讲完，这边大概我们的这个程式的基础就花2个小时先讲完了。那等一下我们就会直接带大家来看这个程式的，就是我们的 sample APK， 然后还有我这3个档案，这5个档案，对，这5个档案，然后这个 log and save image 这个档案啊，大家这个 Java 档案，你们可以先复制，然后贴到你的 Your Service 里面。OK， 你们可以先复制，然后贴到 Your Service 里面，然后进行这个 APK 的输出，对，然后缴交到那个模拟器上面。OK，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直接讲解完，我们可以直接来看一次那个结果。对，然后我们今天就会先从 sample 开始讲嘛，然后之后来讲一下save image， 就是那个 image 就是 image 要怎么存取，然后再来就是 pattern recognition， 然后那个 distort 就是 undistort 就是怎么拍照的那个画面如果有扭曲，然后我们要怎么把它去扭曲这样子。对，然后到最后就是到巡逻结束，然后回报这样子，然后会把它讲完。
哦，OK，那大概就这样。那我们现在3点了，我们再休息10分钟。然后有问题一样可以到刚刚那个就是聊天室那个会议室来做询问。OK。然后根据这样的训练，会激发出更多的灵感，更多的一个创意出来。对不对？在这个地方创造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可能最后大家可以受益良多才是。然后根据这样的训练，会激发出更多的灵感，更多的一个创意出来。对不对？在这个为什么很多创始人要来学这些东西？因为。整个非常非常实地。这门课程他们是
喂，Hello。OK，好，那现在回来上，现在回来上课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大家都有把那个吗？log 都把这个 log save log save image 这个部分有上传上去了吗？好，然后如果大家现在有 VS Code 还开着的，可以用这个 VS Code 去这边，就是用 VS Code 来，就是来这个 extension 这边去下载这个打 Windsurf， 然后下载这个 Windsurf plugin 的这个套件，然后他会要你注册一下这个 Google 账号，然后你们可以注册一个 Windsurf 的这个 Google 账号这样子。对对，然后没关系，我这里先把它 uninstall 掉，我先把它 disable 掉，然后我先不用这个里面的功能。那这个在课程的最后结尾，我可以在这边再跟各位简单讲解一下这个功能强大在哪里。OK， 好，好，那我们今天这里总共有总共有五组 code 要给大家看。那为什么要用为什么要用这个 Visual Studio Code 去做编辑？因为其实我们除非我们要写 class 啦，那我们要写 class 的话，这个我们才会需要在这个下面在这个 Android Studio 这边去做编写。那 Android Studio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它有这个所谓的提示词，就是这个 API 点这个，它有这个提示词可以用。对，那这个是它比较好的地方。然后，但是 Android Studio 如果你要做这种就是程式辅助撰写的话，你目前还是只能做这种 Ctrl C， 然后贴到，因为我们不是用最新版的有那个 Gemini 支持的，那还是只能用这个 Ctrl C Ctrl V， 然后贴到 ChatGPT 或者是贴到那个贴到 Cloud 上面去做询问，或贴到 Grok 这种上面去做询问。那用 VS Code 的第一个是我比较习惯它的界面啊，所以我这边会喜欢用 VS Code 的这边来做讲解这样子。OK， 那我们这边开始，我们就来讲解我们的范例程式。然后范例程式的部分呢，我会逐行这样讲解，然后你们就看你们要不要打注解，因为刚才我讲过嘛，就是你们的注解可以这样子，就是可以这样子打说，这个就是注解的部分，对，你们可以这样子打注解，然后在注解的部分呢，就是你们可以就是看你自己想要打中文也可以啦，就是你自己想要听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你就可以把它打下来，对。然后好，那就看你们要 Android Studio 或 VS Code 这个，我都没有强制啊，也不反对，对，因为这两个都是 IDE， 都是程式编辑工具。好，那我自己比较习惯用 VS Code， 所以我就用 VS Code 展示给大家看，这样子。好，那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从
最前面开始讲吧。就前面这里我们就是要宣告一个 package 嘛，就前面我们讲过，就 package 它是要把里面下面这所有东西都包成一个封包，然后最后打包进 APK 里面作为一个执行程式使用。对，然后在 import 就是这里就要首先我们要把这个 Keyboard RPC 的 service 这个类别把它 import 进来。那当然它是 public 的，因为它就是因为它是要被 import 的 class 嘛。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对这个点去做下定义，然后还有去对这个4元素矩阵去做这个下定义的话，那我们这边需要做到的是这个 quarter 就是 quaternion 跟 point， 然后还有再来就是我们要处理相片，所以我们要从 OpenCV 下载这个 Mate 的这个类别下来。OK， 好，那前面这边讲了，就是为什么他会写说 your service， 为什么他会写说那个 your service extend？ 等一下哦，不好意思，这里点到。为什么他这里会写说 your service extend 的那个 keyboard RPC service， 就是它其实是做一个类别的继承，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是直接去从子类，就从我们的这个是 your service 是我们的子类别，然后去继承我们的这个副类别，对，好，然后这个 override 就是说，因为那个我们要改我们的那个 run plan 嘛，所以我们这边就会做这个就会做这个 override 的动作，然后这边就开始讲了，就是 API， 就是我们 API 的功能。那等一下我也会开个这个，等一下哦，对，等一下我也会开个 programming menu，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大概有哪些指令是可以去做应用的，这样子。OK， 好。好，那首先呢，这个我们的 sample， 我们这个我们的 sample code， 昨天大家应该都有看到过我们 sample code 的运作轨迹了嘛？它就是跑到一个点，然后之后呢，它就是跑到一个点嘛，就是这样跑到一个点，然后之后呢，跑到这个点之后呢，就直接到达这边来，这样，这边是我们太空人这样子，然后我们的 XYZ 轴是这样子去做定义的，对，好，那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定义这个点在哪里，所以我们就要引入这个前面这个 point 的这个功能，就是attribute types point。那这个呢，就是那个建置一个新的点。那你有看到这边是用 F 的方式跟 D 的方式，那这边就是你要记得，就是说那个 double 你在 move 的时候，我们建议你用 double， 然后在旋转的时候，我们建议你用那个 float， 因为 float 精度比较低 ，double 精度比较高。那 move 的时候，你需要更高的精度去做调教，这样子。对，那这边宣告好这个 quaternion 跟 point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做 move to。那这个 point 是一个旋转，这个 point 呢是一个那个定点的，就是位移量，然后这个 quaternion 呢是一个旋转量。那关于这个 quaternion 呢，其实我这边也已经有这个，这边其实也已经之前有定义过给大家看了。那没关系，我们可以再讲一次。好，那我可以跟各位讲一下这个东西的动态它是怎么做。你可以看到这边是这个000，然后负0.707跟0.707嘛。那我们这边写一下 quaternion 的公式哦。quaternion 的公式呢是 Q， 然后呢这个东西它会等于，今天它的这个立足假设，它的这个立足假设呢，它是在这样子下面去做假设的，就是说今天你有一个物体啊 ，OK， 然后它对着这个 V 的轴向进行了一个西塔角的旋转 ，OK 吗？进行了一个西塔角的旋转 ，OK。那
我们可以用矩阵来表示旋转矩阵来表示这个旋转，那也可以用这个我们先讲一下，这里有一个公用的空间坐标，就是 x sorry 这是 z， 然后这是 x， 然后这是 y。OK， 这是公共坐标，然后这是 z，OK， 然后今天你有一个 v 向量对这个东西去进行旋转，OK， 然后你的 quaternion 呢，你可以用旋转矩阵表示，那这就是一个3×3的，这就是一个3×3的旋转矩阵，这就是一个3×3的旋转矩阵，然后它里面就是那个 x 轴的旋转角、y 轴旋转角跟 z 轴旋转角。那当然你也可以转换成一个我们说虚数复变的形式去做表示，这个可能如果是高中生的话，可能还不太能理解这个概念。那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想象我们在三维空间中想象我们这里有多出一个不存在的轴，那我们对这个不存在的轴就叫 v， 我们对着这个轴去做旋转。那讲结论就好，结论就是我们这个 quaternion 呢，它可以用这个 a 应该说 w 加 w cosine 西塔，cosine 2/4西塔，然后去加上这个一个 v 向量 ，OK，v 向量的 sin 2西塔 ，OK， 所以你的这个 quaternion 它这样转下来，它的这个公式是这样子，就是如果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值叫什么 ，z 值是-0.707嘛，那这个是什么？-2分之根号2，所以我们的 quaternion， 我先写一下它的这个表示格式就是 x y z w，OK，x y z w 这边是它所对应的是这个是 vx， 然后 vx 就是这个 v 轴向的 x 向量，然后 sin 2分之西塔，我就直接写 s 2分之西塔，然后 vy s 2分之西塔，然后 vz s 2分之西塔 sin 2分之西塔，然后跟 cosine 西塔 cosine 2分之西塔这样子很丑，就是那大家如果有笔的话可以写一下，对，那没关系，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它对应到的是0 0负 0.707， 对，然后这 cosine 西塔是 0.7， 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 cosine 西塔这个是要2分之根号2，也就是2分之西塔会等于45度，可以吗？2分之西塔会呢？什么状况下 sin 西塔sin 2分之西塔会是负的？在第一象限或如果说我们只有正负90度的话，在就什么状况下 sin 西塔会是负的？第一象限或第三象限，第四象限或第三象限嘛。那所以我们可以得知这个 sin 2分之西塔，它是这个它sin 2分之西塔，这个是负90度，对，那相对应的就是对着001这个轴去旋转负90度。好，那什么叫对001这个轴去旋转负90度呢？我们来看一下z 轴在这边嘛 ，z 轴在这边 ，x y 轴在这边，所以 y cross x 是逆时针旋转负的 z，OK，所以quaternion 它的定义呢，这个 quaternion 它的定义呢，其实这里要有一点要注意，不是对着 entropy 它当下的这个面向方向，而是对着 entropy 起始点
就是起始点这个地方，它所面的方向去做旋转 ，OK， 就是对着 SOB 起始点这个地方它所面的方向去做旋转，所以 SOB 现在前往这边，前往这个第二个区域，这样，等一下，这边把它拉一下，这样子你比较好看懂 ，OK。SOB 这边去前往第二个区域嘛，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图，哦，我把它拉到第二个区域 ，OK， 这样，好，SOB 它现在前往这边，然后我们的这个照片呢，它在这个地方，所以它要对着 Z 轴转-90度，就是这个方向，这个方向转-90度，它才能拍到这个照片 ，OK 吗？它才能拍到这个照片，这就是为什么它这个 quaternion 要写0.707，就是它要转向面向，这个 ，OK， 它要转这个-90度，然后面向这个，好，所以这样 quaternion 的概念，大家就知道。要转向这个，要转向这个方位是绕着 Z 轴，然后做负向的旋转，所以是绕 Z 轴旋转-90度 ，OK。然后如果要转向这个方位是什么？怎么转 ？XZ Y 嘛，X cross Z 会等于 Y， 右手定则 YG， 对不对 ？X cross Z 会。不是，我讲错了 ，Z cross X 会等于 Y， 不好意思 ，Z cross X 会等于 Y， 对吧？右手定则 YG 嘛，对不对？那这样子 Z cross X 会等于 Y， 那它要面向这个方向呢，我们的 quaternion 要几度？从这个地方面向这里的话，我们要朝着 Y 轴旋转正90度吧，对不对？它才能这样子往上翻嘛，就是它原本是这样子。它原本是这样子出来，然后这里是 Y 轴，我们要朝着 Y 轴 Z 轴 X， 朝着 Y 轴旋转正90度，它才能往上翻嘛，对不对？对，所以如果你要拍这个照片的话，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做的是，你要拍这个照片的话，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做的是这里这个 Vx、Vy、Vz 要填什么？0、1、0，然后 sin 2分之西塔 ，OK， 0.707，然后这边这个x y z w，OK， 然后这边都填0，然后这边呢也是0.707，OK 吗？OK 吗？如果你要拍这个照片的话，你要做的旋转量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这边就讲这个它使用 API 这个功能 move to 嘛，那 move to 之后呢，你的 move to 它所接收的值呢，就是这个 point 跟 quaternion， 那它其实会回传一个 result， 可是这个 result 呢，其实就是一个 boolean， 就是一个物件，然后它会告诉你说这个物件里面会有一个叫 has succeed 的这个，就是你可以这样打。对，等一下，我记得它应该是 boolean， 然后对，然后那个你就那个打说 if result， 你就可以确定啦 if result， OK， 然后 is false， 然后你这边可以就是你可以在 log file 里面去写说哦 OK， 那我这个地方失败了这样子。好，那没关系，我们这边对，这里少一个等于，对，这要负值。好，
那没关系，我们这里就先，我们这里就先维持原扣的，就不要动它。然后我就一步一步讲 ，OK。就是这个部分啊，就是它回传确的部分，我会在后续的那个错误控制 error handling 那里的影片里面，我会再继续讲到。对，好，那这边呢，我们现在就是已经 move to 已经到了这个点了嘛，那再来我们就是要对这个坐标轴做拍照嘛，对不对？我们就是要对它做拍照嘛，就是要对这个东西做拍照，，OK 吗？对这个东西做拍照。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启用这个get navcam。那这个东西它会做拍照。然后呢 get navcam 之后呢，你这里就可以写下就是你的判定方法。那这个这个是我们今天会讲怎么去做判定的，就我们会教一个最简单的判定方法。对，然后那个，但是他判定有可能会失误啦，就是他判定的准确度就没有那么高，但他就是最阳春的一个判定方法，对。然后 API 点 set 就是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下一个指令，就是 API 点 set area info， 这个是你要跟系统回传嘛，所以你要透过 API 去发，那这个就是 API 的指令，就是你要 set 这个 area info， 然后说它是一，就是它第一 area 是一。然后这个 item name 叫什么 ？item name 叫做那个什么 crystal 或 item name 叫 coral 的类似的，反正我们有11种不同的物件，对，然后它的数量有几个？这个是区域，然后位置，然后数量。如果你开这个 Android Studio 的话，它这边会跟你显示。我看一下哦，这应该有 ，OK。如果你开 Android Studio 的话，这边它就会跟你显示 item name 跟 number 这样子，然后这 area，OK，好，然后再来就是这边，再来就是你的这个你再来就是要移动到这个第二个点嘛，就是移动到太空人的前面。那它的这个给的这个坐标点就是这个11.143，然后一样用 double， 就记得位移都用 double， 旋转记得用float， 就比较不会有内存消耗的问题啦。然后 API move to 就是一样是就是从你拍完照之后你要移动到那个点嘛，然后你这个时候呢，它的 quaternion 是多少？OK， 0.707， 0.707 F。那OK，那你们那我问一下，你们觉得你们觉得它到这个点的时候，它 quaternion 是0.707嘛？那旋转90度，就是朝着 Z 轴旋转90度。那你觉得它到这个点的时候呢，它会面向 X 方向，还是会面向 Y 方向？大家可以在留言区打一下，对，给大家30秒的时间想，1分钟的时间想一下。就是刚才quaternion是0.707嘛，那我可以直接跟你讲，这个就是朝着 Z 轴旋转90度。那请问他会面向他刚才面向这边拍照哦，那请问他会面向 X 方向还是面向 Y 方向？就是到这边之后，他会面向 X 方向还是面向 Y 方向？这边是 X 跟 Y， 看一下，可以看一下下面这边是 X 跟 Y。好 ，OK， 这再20秒想一下，有想法吗？H 比原本面向这边，然后请问他是会面向这边，到底原点的时候会面向这边还是面向这边？好 ，OK， 看来这个空间概念还是有点困难，没关系，我跟大家讲，它会面向的是 X 方向，就是这个方向 ，OK， 它会面向的是这个方向啊，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它的定义向量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OK，所以你的这个旋转量，其实你是朝这边转，就是你是面向这边朝这边转90度哦，了解吗？就是这样。所以你在设计的时候，其实你要参考的是这个地方的这个面向啊。好，好，那我们回来。好，那这个地方它其实就是问你要不要 print 讯息啊。这个 force 这个 move to 它会有一个 default， 就是问你要不要 print 讯息。那再来就是 report 这个 rounding completion 嘛。那 report rounding completion 你就会把你这个 set 1、2、3、4个区域的这个 info 全部都那个回报给 API 系统，然后让他们知道。然后这个 notify recognition 呢，就是那个就是太空人会太空人会那个拿东西，然后给你拍照，因为你到定点了，他会拿东西给你拍照，然后再来你就会 take 就是你要依照你存下来的这个资料飞到你的这个定点，就是去，然后记得拍照距离要在0.9公尺，然后30度以内，然后进行拍照。OK， 好，好，那这个就是范例 sample code 1的部分。那大家这边 OK， 然后那我们这边就进入到 sample code 2。OK， 好，那在 sample code 2这边呢，我们就多了一点点东西哦。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case， 这个我们就多了一点点东西。我们在这边呢进行了这个进行了这个 log 点 i， 就是我们要把资料输入进去 log file 里面。对，那这边首先呢，我们就要先宣告我们就要先宣告一个常数，然后就是我们要先宣告一个常数，对，然后train 就是要宣告一个字串，对，然后这个字串呢，就是这个字串呢，它就是会代表这个你要传进去这个log file 里面的这个字串，对，好，那你就要用 log 点 i， 然后这个 log 点 i 呢，就是告诉那个你的这个安卓系统，告诉 HOB 说，我要传什么样的档案进去，然后后面这里我们就可以放它的内容，就是 start mission 这样子，对，好。那这样子，你就可以把这个资料呢传进去这个 log file 里面，然后这里都我们都做一样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我其实是从 sample code 改的，所以这边我做一样的事情，唯一有差别就是如果你要存这个影像的部分，因为你到时候啊，你会需要你会需要去这个拍照，你可能拍照你会需要去做分析嘛，对，那你在分析的时候，你可能你要确认说你这个分析的对不对，应该讲白点应该是这样，不需要，其实拍照是里面需要用到的，就是说在跟太空人回报的时候，跟太空人说东西在哪里的时候，我才需要做拍照。那在这个前面在patrol 就是巡逻的时候，我们不用做任何的拍照。但是为什么这里会 safe 呢？因为你要知道说你的那个 HOB 是不是面向正确的位置嘛，就是所以你这里会需要做拍照，看看你是不是刚好都拍到正确的地方，就是这样你才能去校正你的 code 嘛，对不对？好，好，所以这边呢，就是会有一个拍照的这个拍照的这个 tag，然后这里还会有一个 log file 的这个 start mission， 对，那这个程式执行完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去模拟器那边去下载一下那个你们的程式，然后我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OK， open folder。
OK， 这 debug image，然后这里有这个它的 log file，OK， 它这里有这个 adb log 嘛，log 嘛，那我们可以直接去查这个 start mission。哦，有没有？就是你就可以看到 start mission 是从这里开始，哦，OK 吗？然后你就可以从这边开始去做 debug， 这就是我们昨天讲的这个，你可以去不断的去写入资料，对，你可以去一直去不断的去做资料的写入这样子，然后那个你也可以看这个 image 你拍的对不对，就是我可以给各位看一下原本的这个我们拍了4张的这个 image，OK OK。然后为什么要拍照？因为你要知道说，你要知道说你的面相有没有对，就是说你要知道说你面相的地方，有没有不小心拍错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对，所以你这边就是都会需要做拍照啊。OK， 好，好，那拍照是确认你的位置有没有对，那再来确认位置有没有对之后，你要做什么呢？我们这个程式现在是讲到这边就差不多啊。你们可以，你们应该有人还需要我讲怎么上模拟器吧？就是没事，这个没事。好，就是这里，你们模拟器点进来嘛，然后都会有这个点进来啊，然后你们就会看到这个就会看到这个各个图嘛，然后这里可以下载 log file，这里可以下载 image file 啊，然后这个就会看到是你们刚才拍的地方。那我可以给你们2分钟操作一下，如果你们刚才有上传这个 APK 档的话，对。
好，OK，那我们这里应该操作好了吧？那操作好了，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 code。好，那刚才讲到拍照了嘛？那拍照的话，那个你看一下这个照片哦，它其实有点这个扭曲，就是有没有有一点扭曲这样子？那这个 code 呢，其实是就是 其实是那个 undistort 这个图片，因为它图片会扭曲嘛，那图片扭曲的话，它不是正方形的，会比较难去做辨识，然后我们也要把它裁出来哈，所以这边OK，这边呢，我们会做的就是说那个，诶，就是一样，前面做的都一样，就是我们会写一个 log file 进去，然后这里移动的这个也都一样，对，然后我们一样会做拍照，OK，然后这边我们会开始要加入这个 dictionary 这个 Auco 的 dictionary 这个元件，对。OK，然后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做这种图片，这种 QR AR tag 这种图片辨识的这个一个元件。那那我们这边呢，就会先把它的标准格式是 Dix 5×5250，就是它里面的这个 AR tag 的这个形式5×5250。然后我们就要先把它的这个设定先把它 load 下来，对。然后这边呢，就是你可以让 Auco 呢去对图片侦测这个它的 marker，就是去对图片侦测这个它的这个位置在哪里，这个 AR tag 在哪里，好，然后这就是 Auco 的这个要从 OpenCV 这边，就是你记得你要用的时候，你都要从这边去做 import，OK OK，然后所以我们 import Auco 嘛，那 Auco 就 detect 这个 marker，然后你这个 input 呢是这个 images，然后这个 dictionary 呢是它的判定标准，就是它判定的这个标准，然后 corner 呢corner 呢则是你准备要做填入的，我们这边讲到它用这个他用这个 list of mate，然后他用这个 array list 的方式去做设定，对，那就是他会填入了，他会把那个 corner 用 matrix 的方式，因为 corner 是那个是 xy 的两个坐标两个向量嘛，那所以他会把 corner 呢用这个 xy，就是它有4个 corner，那他就会什么，他就会用这种 x1。然后 y1，然后 x2、y2 啊，然后 x3、y3的这种形式去做，反正就去做这个 corner 的定位，好，好，然后这个 ID 呢，这个 ID 则是代表说它是，就是它会定义说它到底是这个 target 还是，它会定义说它到底是 target 还是这个lost item，对，有2种，就是 target item 跟 lost item，对，好，那这边它定义完之后呢，你其实是可以，你是它就会定义出你这个 Auco 它现在在这个3维坐标中的这个位置，对，然后 Mate 就这边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照片是这个扭曲的照片嘛，对不对？有点扭曲的照片。那其实我们这边呢就要去叫出这个相机矩阵，就是说这里用小画家来解释一下好了。你的一个就是你的一个相机，等一下，OK，它有办法新增画布吗？看一下，啊，好，算了，就新增画布好了，不要储存，OK，好，
来简单讲一下，就是你的这个我们相机拍照的时候的会有一个运作原理，就是你的相机啊，在拍照的时候，你的相片啊，其实是从三维空间投影到二维空间来啊。你的相片其实是从三维空间，然后投影到二维空间来，对不对？好，那这个相机在拍的时候呢，它其实会有2个影响的这个因素，就是第一个是你的这个 distortion rate， 就是因为你会有透镜嘛，对不对？你的这个相机会有光学透镜嘛，然后你的相机也会有这个成像的这个问题嘛。那成像的问题呢，就是处于这个光圈，就是光圈跟你的这个透镜的这个相关的厚薄都会受影响，光圈大小这些都会受影响。那我们会有2个主要的因素，就是一个是 camera matrix 啊，一个是 camera matrix， 然后一个是 distortion rate。然后 camera matrix 呢，可能是今天你看到一个正面的墙，然后它会做一个就是线性变换，所以它有点会变成这样子。OK， 它会做一个线性变换，就是你如果用 camera matrix 之后，你可能这个墙拍起来，然后它就是斜的嘛，我们常看到这种状况。但是墙的这个点的比例啊，这个点的比例啊，它是不会变的啊。墙的这个距离跟距离之间的这个比例啊，它虽然那个有歪斜了嘛，但是它们那个距离跟距离之间的这个比例啊，它其实是不太会变的。变的只是它的这个形状可能就压扁了或缩小或放大，对不对？那但是这个比例不会变。那 distortion rate 是什么状况呢？ distortion rate 呢，因为它是透镜造成的，好，它是透镜造成的。那就是说 ，OK， 你今天你没有看过哈哈镜吧？就是一个这种凹面的这种镜子，然后你投进去，然后脸会变很大，然后脚会变很小，对。那 distortion rate 就有点像这样子，就是你这个照片拍了之后呢，它会造成你的膨胀，哦 ，OK， 还有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距离比例啊就不太一样了，好，这个就是非线性的，这个是 linear， 这个是非线，这个就是 nonlinear， 好，然后我们的相机呢转换到这个相机从这个地方从三维空间投影到我们的相片里面之后呢，会出现这2个变换的叠加，好，所以它这2个变换呢这2个变换要怎么知道啊？从你的相机里面内部的硬体设施就能知道这个它的 distortion 是怎么样，跟它的这个它的这个 camera matrix 是怎么样 ？OK， 好 ，Anyway 就是这样。然后这个 distortion rate 呢，它有5个参数，好，还有5个参数叫做偏轴值。这个我有点忘记了，但是我印象中它是5个参数，对，对，它有5个参数。那 camera matrix 呢，它是一个3×3的矩阵，好，然后这是焦距，然后这是那个轴倾斜距离，然后这是你的这个对应的点，就是这样，然后这里是1吧，这里是1，然后这是 Fy， 然后这是 Cy， 然后0 0 1这样子，好，这个是0，不好意思，这个是0，好，这个是 camera matrix， 它是一个3×3的矩阵。那这个详细的这个内容，怎么样？它这个详细的物理意义是怎么样？这个其实不太会影响你的判断。你想知道也可以啦，就是你可能要看一下它的那个就是动态，就是相机投影成像方法这一块的 paper， 他们就会有推导说怎么从这个空间映射到这个空间。好，但是这个其实我们不太会用到，我们只要知道它长这个样子就好了。然后这个东西它是它的 x 轴焦距跟它的 y 轴焦距，好，然后我们现在会用到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会先取得这个 camera matrix， 那这个 camera matrix
Navcam 里面本身自己就有的，就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怎么做的嘛，所以他当然知道他的 camera matrix 是多少。好，这个都要校正，然后校正好之后，它的值就是固定。然后 camera matrix 呢，它会用这个 mat 点 put 这个功能。那 mat 点 put 的功能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camera matrix 它创出来是什么？它创出来呢是一个 CV type，CV type， 然后那个 CV64F， 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64×64的浮点数啊。等一下，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64×64的浮点数啊。不64×64啊，那个讲错了，不64位64进制的浮点数啊，64 bit 的浮点数 ，OK， 3×3啊，3×3，然后你这个 matrix 基本上都会是000哦。好，然后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是把这个 camera matrix 塞进去嘛，那我这边应该有写哦，就是camera matrix 它会回传什么？哦，它会 return camera matrix 和 distortion coefficient 哦，这两个，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抓出就是它的第一个，那我们说过影像里面程式里面第一个的代表都是第0个哈，所以我们在这边就会把第0个塞进去，OK 吗 ？OK 吗？就是第0个就是我们的 camera matrix 嘛，那我们就要把第1个塞进去。那你会说为什么它只塞00这个位置？我跟你讲 Java 的算法是这样，因为 Python 的算法它会跟你说这个 size 不符，但是 Java 的算法它会自动填入，就说 OK 你塞的是00，那刚好你这个 camera matrix 是9个嘛，对不对？也是3×3嘛，那它就会你如果塞的是从00开始塞，你就是这个直接对到它，然后这个直接对到它，它会把它塞满 ，OK。那如果你是从这里开始塞，那不好意思，这个东西就是0，然后它会对到它，换一个颜色，它会对到它，然后它会对到它 ，OK， 然后对到第8个，OK， 这里刚好空，这里空了一个下来，这个就塞不进去，好，对，然后这个因为没有被塞到，所以这个也是0，OK， 那这就是 Java Matrix， 就是那个 CV2 它 Matrix 的塞法，好。CV2 它在 Java 里面的 matrix 塞法就是长这个样子，好 ，OK。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第一个，我刚才说过嘛，就是相机的成像是用这2个东西嘛，就第一个是 camera matrix 嘛，第二个是 distortion 嘛。那 distortion 是非线性的，那我们这里也可以用这个，我们这里也可以用 get navcam intrinsic， 就是它是就是相机内部的这个矩阵啊，这 intrinsic 就是内部的意思，就是它是从相机内部硬体就可以知道的一个东西。那它会把它创了一个1×5的 mate， 就是它的长度是这样子，然后有1×5这样子 ，OK， 1、2、3、4、5这样5个，然后它会把这个 camera coefficient 塞进去，好，然后就是最后呢，你就可以用那个 CV2 的函式把它 convert 成这个东西，就把它 convert 成64位的浮点数，然后呢，那个 calibrate 3D，OK，calibrate 3D 我这里好像没有 import 到，有。对 calibrate 3D 这个 undistort calibrate 3D 这个部分呢，就是它会，你只要给它这个 undistort 的image， 就是这个照片就是这个照片，然后给它 camera matrix 跟 camera coefficient， 它就可以把这个影像去做这个就是把它从扭曲的地方把它凹回来。OK，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到，我们现在讲到步骤就是说怎么把这个影像把它掰正，好 ，OK， 那我们现在4点，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
然后有问题的人一样可以到会议室来问。
好 ，OK，那个我们我们先回来，然后我这里分享一下，先跟各位讲一下一个消息，就是等一下哦，等我一下哦。OK，好，好，好，那这边跟各位讲一下一个消息，就是那个我们这里会开线上，就是会有线上辅导的课程，线上辅导。那大家如果有什么code 的问题，或者是在程式上有什么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是可以来跟我们这里做表单预约的。就是这个工作坊结束之后，应该礼拜二我们会释出我们的预约表单。然后就是基本上都是6点到9点，然后到城市缴交截止前，就是都可以预约。那预约时间就是下个礼拜开始是5跟6，然后在下礼拜开始之后就是2、5，就是2、5、6，然后一次限时30分钟，然后基本上我们会有一个助教，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助教，然后2个会来回答你们的问题，这样子。对，但是就是如果有些问题太专一，就是太专业，就是说，例如说模型训练，然后用什么模型调什么参数，然后或者是说路径最佳化演算法这个部分，我们就不一定能 handle。那基本上我们都会希望各位如果有问题想要来询问，就是预约表单的时候，我们会提供你一个缴交文件夹，你们最好是先把这个缴交文件或 Git 的连结，把它放置到我们的这个文件里面，就把它放置到我们提交的这个文件里面，然后我们比较方便去了解你们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也比较好及时的去就是做这个准备。对，好，那这里就是大概先释出一下这样的讯息，就是我们从2月23号礼拜5开始会有这个线上的辅导课程，那大家可以预约。那预约之后，我们应该都会用这个 Google Meet 的形式，就是当那3个小时会上线上来，然后就是就是跟大家做讨论这样。如果有人有预约的话，对，那时间就是大家要抢一下这样子。OK， 好。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后续的消息，礼拜二我们会再做发布更新，那你们就可以 follow，就只是先跟你们说会有这个消息，然后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官网，就是这几天应该会有惊喜出现。对，好，好，那我们这里就回归到我们刚刚的这个程式的 code，然后我们这边呢，我们这边我们这边呢有这个，就是刚才有做一些纠正，就是我有几个 class 忘记做汇入了，就是 那个 calibration 就是3D 校正的这个code 跟这个做这个 CV type import 这个 code 要做汇入，那我 GitHub 那个已经有先推送上去了，对，那如果大家就是大家要用这个范例程式的话，就可以再去我 GitHub 那边载下来。对，好，那最后，那我们这边就是进入到就是你要怎么去做基本的这个物件的辨识。好，那我们进入到这个第4个程式，就是 Pattern Recognition 4这边。然后我来为各位做一下这个简单的讲解，这样子。好，
那首先呢，如果你要这边要做基本的物件辨识的话呢，你第一步要做的是，你第一步要做的是到 Android Studio 这边哈，然后从你们原本是 Android 嘛，这个部分对不对？然后你要切换成 Project， 然后到 Build， 好，不，到那个，等一下哦 ，OK， 到 Main 这边，对，到 Main 这边，然后去新增，好，新增一个 folder， 那这个 folder 呢叫 Access folder， 就是这个去新增一个 Access folder。那新增完之后呢，这里就会有一个 Access folder 啊，然后我们这里有这个影像嘛，就是我们有这个 template image 嘛，这边有 template image 这个好，然后把这个 template image， 等一下我把它解压缩一下，好，把这个 template image 啊，这个里面所有的影像都先拉进来这个 access folder 里面，好，这个在 main 这边 ，OK 有看到吗？就先切换回 project， 先从 Android 切换回 project， 然后去这个你说，有人可能问 template image 在哪里？那去这个 JAXA 的官网载这边，好，这边有这个 template image， 好 ，item template image， 把它载下来，好，把它载下来之后。呢，这里就是把它解压缩，然后在这边就是这个切换成为 project 之后，在这个 main 底下 main 这个路径底下右键 new， 然后那个 folder 好 access folder，OK， 就可以把 template image 加进去。好，然后access folder 之后呢，你要做的是我再开一个好了，我再开一个比较好用的 ，OK， 简单的，对，OK project， 然后这样子，然后这里有那个 app， 不是 app， 我用的这个是看一下，对，哦，这个还没有 build， 这个还没有 build 过，不好意思，这个还没 build 过。OK， 这边 build， 然后 src 这个 app src 这里有一个 main， 然后这个 main 这里给它就是下面这里就给它做一个这个新的 folder 的新增，好，然后这里就会问你说要不要确定，好 finish，OK， 然后把这个 template image 直接抓进来，OK， 移动进来，OK。好，那你移动进来之后呢，它就会它这边就会那个，它这边就会有这些影像，那你就可以做汇入啊。然后我们再开启我们刚才的这个 code 这个部分 ，OK。好，那现在它可以读到这些影像了嘛？那它可以从 access folder 读到这些影像了。再来就是我们这里要创建一个就是与这些影像所对应的这个名字列表，就是 string， 然后string， 然后template， 你可以，因为这是在那个
公共空间，就是 public 外面这边。那这是我们要用的这个叫做一个常数，就是在所有空间里面都可以做使用的。所以我们这个用大写，就是用全部大写，这样就可以在所有空间里面进行呼叫。对，然后这里呢，这里呢，就是我们用 final 嘛，这是一个长变数，就是用 final。然后我们这里就是打那个把它的 PNG，就是各个这个档名全部打上去啊。我已经帮你们打好了，就是看code的话，我这边已经帮你们打好。那档名全部打上去，然后这里呢就会有一个所对应的这个 template name， 然后这个也要打上去。那为什么这3个我会先把它 highlight 起来呢？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做 patrol， 就是我们还没有讲到那个太空人辨识那边，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先把它先藏起来，以免它在辨识的时候出现的一些错误，这样子。对，就是降低它辨识的误差率啊。对，好，那这边我们就建立了一个 template file name， 然后跟 template name 这样子。然后这边呢就可以开始做这个，前面都一样，就是 auco， 然后这个 detect marker 嘛，然后 detect marker 完之后呢，我把它做这个 undistort， 就把它做 undistort， 然后这边我们就开始做 pattern matching， 就是 pattern matching， 然后我们这边会做这个，就是我们先开一个 mate， 然后把这个我们前面有讲到嘛，就是它开的是一个 string， 一个 string 的这个 list， 一个 string 的 array， 一个 string 的 array， 然后这个 string 的 array 呢，它里面呢，你就那个既然它是 array， 它就有这个 getLength 的这个功能，好，它就有一个 getLength 的这个功能。那我们刚才这里就可以用这个 array 点 length， 然后把它放进这个 mate 里面，就把它这个 mate 它的长度呢会跟这个 array 点 length 是一样的。对，好，然后我们就跑一个 for 回圈，哦，我们跑一个 for 回圈，然后这边我们就是让它的 i 等于0嘛，然后让它等于小于这个 length， 那这个 length 我没记错应该是8，对，所以就是它会跑8次的回圈，好，然后它会开始这里就是 input string， 这个是会与这个 assets 的 folder 去做串接，好，会与 assets folder 去做串接。那串接之后呢，它会 open 这个 template file names， 这个就是它串接之后呢，它就会 open 这个里面的每一个 PNG 档。好 ，OK， 好，然后它串接之后呢，它打开之后呢，它就会你就可以用这个 bitmap， 就是把它转成那个0跟1的图片格式。然后转成0跟1的图片格式之后呢，因为 bitmap 的意思就是它只有0跟1，然后转成0跟1的图片格式之后，你就可以去把它存进我们的这个mate 里面，好，就是我们这里宣告了一个新的 mate 嘛，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 utility 的 bitmap to mate， 就是把这个 bit 你载下来这个 bitmap 这个2×2，这个二维的矩阵，把它存成这个 matrix 的这个格式，从 bitmap 就转到变成 matrix 的这个格式，这个是做一个资料形态的转换。好，然后再来我们就把它转成 matrix 之后呢，因为它就是 CV2， 就是 OpenCV 可以去处理的格式了嘛，那我们这边呢，我们就会我们就会把它转换成这个 grayscale 的部分。对，好，那要转的 grayscale 呢，就是它会把它用那个 BGR to gray 这个部分把它转成 grayscale， 然后 templates to templates I templates I 就是你前面创的这个那个 array 的部分，就会把每个 mate 都塞进去，所以你会得到一个大 array，
你的这个程式你会得到一个大的 array， 好，然后里面是一张一张的 CV2 mate 啊，矩阵啊，这个是矩阵，一个一个 CV2 mate 的矩阵，好 ，OK， 那总共有8个 ，OK，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面是8个，好，好，那这个是因为它会需要串流嘛，所以它会有一些问题嘛。那如果它串流失败，那它就会报错，那就要跟我们的 log 里面讲。好，那再来呢，这边我们就要开始做这个 pattern recognition 的部分，就是把那个这个图片开始进行对应到这个图片来。好，这个图片开始进行对应到这个图片来。好 ，OK， 然后这个 temp num 就是我们这里会先创立一个跟这个 num of matrix 的，就是跟这个 template file names 一样长度的这个又会创一个 array 哈，然后这个 array 它的长度就是我上面讲的这个八个 ，OK， 然后我们就会做这个开始一个一个做比对，就是我现在的做法就像是这样哦，我打开一张图，我侦测到一张图嘛。然后我先用 Awuko 把这一块挖出来，挖出来之后呢，我就一张一张这个图片，那开始一张一张进去跟它做比对，好，然后跟它做比对，看看可不可以跟它做比对，然后看看有几个相对应的项，就是它会对应说看看有几个相对应的这个目标物，然后它的就是最接近的会把它挑出来，好，那这边呢，就是在做一个比对的工作，就是我们会初始化一个那个比对的项目嘛，然后我们建一个 list， 这个 list 它是 list 固定长度，然后它就是那个里面存的是 array list 这样子，好，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就是刚才我们把这些影像，就是这个东西。全部存在这个 template 里面嘛，那你就要把它一个一个叫出来，然后用 clone， 就是因为你要对它，就是你要对它做这个复制，就是说你如果现在就把它叫出来，把它分在这个 template 上面，那这个 template 一动，这个 template 里面的东西也会跟着动。所以我们这个 clone 其实有点像是把它复制，就是复制过去，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物品，就是到这个 template 的这个空间里面。好，然后 target image 呢，我们则是用这个 undistorted image， 就是前面那里有一个 undistorted 的这个 image。好，这个我们做了校正之后，它会做一个 undistorted， 然后做了这个 undistorted image 之后呢，然后我们两个就去做比较对照。OK， 好，然后这边就是一些 pattern recognition 的设定，因为你会涉及到这个旋转平移缩放嘛，对吧？然后我们就会设定说，OK， 它的宽度啊，最高到多少 pixel， 然后高度最高到宽度最小到多少 pixel， 然后这边的设定呢，其实你可以大概从rulebook 这边可以看一下，好，就是你其实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去侦测这个 AirTag 的这个比例啊，去侦测这个 AirTag 的比例，然后去看这个有几个 pixel 数，就 pixel 是多少乘多少，然后去对应到这一整块的这个比例，它的 pixel 是大概是多少乘多少，好，那这边我们比较简单，就比较阳春，我们就直接给定一个数值，就20到200，因为它那个东西挖出来，这个东西挖出来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数值，好，那个我们可以浮动的就是 change width 跟这个 change angle， 就是它可以做旋转，
就是做它可以做旋转跟做这个长度的宽度的变化，因为它会缩放嘛，那有长度宽度的变化，那这个就是设定5跟45，这个45是 degree， 好，45是 degree， 对，这样 OK， 这45是 degree， 好，然后这边呢，我们就开始去做这个一个一个影像的一个一个对位了，就是我们开始去对这个挖出来的这个影像哈，然后开始一个一个去做配置。OK， 然后配置的时候呢，其实第一个我们这里我们需要写2个function，这里我们需要写2个function，就是 scaling resize image， 在下面这里。就是如果你们要写这个function 的话呢，你们可以在这个下面这里，然后写 private 的 function， 好，就是这个东西都是service 里面有的，然后这个东西你没有，你就不用 override， 好，然后这个 scaling resize image 呢，其实就是我们对它的长宽比做一个等比例的缩放，就是等比例的缩放，然后我们去做这个 resize， 就是把它可能从100乘100的 pixel 把它缩放成20乘20的 pixel 这样子，好，然后那个 rotation image 则是我们这里 OpenCV 有一个有一个写好的 code， 就是 image proc， 这是 image processing 的，这个叫 image processing， 就是影像处理 library。那这个 library 呢，它要的东西是你给它影像的旋转中心跟你要旋转的角度，好，你要的旋转的角度，然后这个 1.0 我看一下。在最下面这里，好 ，OK， 这里scale 的就是还有 scale 这一块 ，scale 这一块它 1.0， 然后我们就是缩放做 1.0 的缩放，好 ，OK， 然后再来就是再来就是这一块，好，下面我们这里做缩放之后呢，这里我们会用这个。这里我们会命一个新的 matrix， 就是新的这个矩阵，好，然后把这个旋转跟缩放之后的这个新的这个 matrix 呢，直接喂到用这个 wrap affine 就是直接用查的比较快，这个 wrap affine 的意思就是旋转、平移、缩放还有剪切，对，就用图片显示给你们看会比较了解。OK， 若 wrap affine 就会像是这样的，好，就是进行变换哈 ，OK， 然后最后会 return 这个 rotated image 出来，OK，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我等一下我这里直接复制过来 ，OK， 我们这里就会直接看到这个它会做旋转，那影像做旋转之后呢？我们再来就是我们会就是一步一步慢慢旋转嘛，就是从0度开始旋转到360度嘛，然后还会把 size 从大调到小嘛。那这个其实是最阳春的做法，就是我影像一个一个慢慢缩小，然后那个旋转这个角度一个一个慢慢调，这样子有写2个 for 回圈，好，然后就是 for 那个长度宽度10。然后宽度10旋转1度，宽度10旋转2度，宽度10旋转3度，然后到最后就宽度5，然后旋转360这样子，就是这是最阳春的方法。那我们会一个一个 match， 我们这边会一个一个 match， 然后这个 match template 呢，就是它 image processing 这个它会计算你的这个相似分数，就是影像它有没有相似分数，那它最后它会传给你一个数值，就是说它的相似评分是1到0，就是1代表最相关，然后0代表完全不相关。好 ，OK，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可以设定一个阈值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边要设定
这里面我们要设定一个阈值，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完全不相，就是最相关的把它拉出来嘛。那有时候它相似，它可能因为影像有点糊，所以它也没有到那么的它也没有到那么的准，所以它的那个 threshold confidence ratio 就是那个信赖度可能会没有那么高，就可能0.7、0.8。那我们这里可以设就是0.7这边，好，然后这边呢，我们就会做这个MR value，就是 MR value threshold，就是说你的这个东西，它得到的这个 max value，就是最大的信任度、最大的相似程度，它是多少？那然后如果这个最大的最大的这个值呢，最大相似程度值呢，比这个 threshold 就是这个还要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那个创造这个侦测区，就是我们会锁定一个侦测区。那我给各位看一下这个侦测区大概会长得像怎么样 ？OK， 这个侦测区就会像是这样子，就是它会框起来一个框框，好，红色的框框，好 ，OK， 然后呢，这个我们就会得到这个侦测区它的这个 coordinate 在空间中的这个 coordinate，应该说在照片上的这个 coordinate， 好，然后最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coordinate， 就是它在照片中落在哪一个位置，把它加进去 ，OK， 好，然后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我们原本是用 match_con 加嘛，但是你看到我这里把它裁起来了，变成 match location。那为什么这边还要再写一个这个match location 的这个程式？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侦测的时候，它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它是一直做这种角度旋转，然后跟一直不断的这个缩放的这个动作，然后所以它只要它的变动很小的时候，它其实都会判定为是有侦测到。那你就会看到很多个这种框框全部围在一起，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还不是我们最终决定，因为你拉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你这个 AR tag 弄出来，它可能有20个、30个，甚至100个。然后哇，一张 AR tag 上面有100个这个 landmark， 这个还得了？太空中那个 JAXA 真的是很厉害。对，那没有我们不太可能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嘛。那所以我们这里啊要写一个叫做 remove duplicate 的这个程式。好，这个 remove duplicate 呢，其实就是在做一个位置的判定。好，就是在做一个位置的判定。那这个位置的判定呢，其实就是说，好，我今天又写了一个方法，又写了一个 method 出来，然后它会回传的东西是一串 list， 然后它会 input 的东西呢也是一串 list， 然后这个 list 呢是它的 point。好，那我们这里就可以设定，就是说，它的pixel 数啊是10啊，假设我们给的 pixel 数是10，然后我们去计算这个点跟点之间，就是第一个红框跟第二个红框之间的距离。那如果他们都是框到同一个东西，他们距离很短嘛，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视为是同一个物体。然后最后呢，我们这里呢，就是如果那个 distance 呢小于这个 length 呢 is include， 那就是 true。那最后呢，我们再用这个，我们再把这个就是 unique 的 point， 就是如果 is include 是 false， 就是如果不是 is include， 就是它是新的点嘛，因为它在这个超过10 pixel 的位置，那就代表它是一个新的点，那我就可以把它加进去这个独立的这个 landmark 里面。那最后我们会 return 这个独立的 points 出来。好，所以大概这整个的这个做法就是这样子，就是
就是它会移除，然后移除之后呢，我们最后就会有这个，我们有创造一个 num of matrix 嘛，就是这个 num of matrix 它是一个 它是这个 int array，int 的 array， 然后这个 int array 呢，我们就会我们就会把这个相对应的，就是说前面这里有几个，这个 coin 对应几个 compass 对应几个 coral 对应几个 fossil 对应几个，然后把它存进去。OK， 好，好，然后这边存进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个，我们就可以去找这个 get max index，就是说它到底有几个东西，它到底这个地方它到底有几个相同的东西，到底有几个不一样的东西。对，那基本上这个东西它基本上只能回报一种物件。对，这个东西它基本上只能回报一种，就是基本上只能回报一种物件。那所以这个程式其实还要再做改良，就是它如果是这一种，就是它如果是 OK， 它如果是这边都是简单的，对对，它如果是这一种，就是我说它整回报一种物件，就是因为它 landmark 跟这个 treasure 还会做，还会算两种物件，所以它要么就回报这个 treasure， 要么就回报这个 landmark。那这个是它的 有 bug 的地方，所以我就会把 treasure 这个部分我先把它 highlight 掉。对，好。好，那最后呢，它就是我们在这里最后呢，它就是把它做整个回报嘛，这边就是它整个会做这个 recognize landmark and set the type of number， 然后做回报之后呢，你就可以回报说哦，这个地方它有多少个物件这样子，好，对，好，然后在这边的部分呢，后面就都一样了。对，就是然后你如果要做 Patron， 因为时间不多哈，我可能要留10分钟，稍微简单讲一下这个 code 工具的用法，所以这里可能还要再就是我就稍微简单带过。那其实很简单哈，就是你把你的 point， 因为我们现在做法是你读完一个点嘛，对不对？你读完一个点，然后你就前往太空人的区域了嘛，对不对？那你读完一个点，你就前往太空人区域之后呢，你如果要在这边拍这三个点，那其实很简单哦，就是在这个城市，等一下 ，sorry， 不是这边 ，OK， 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可以回归到 sample code， 我们可以看到哦，在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个断点，在这边 set area info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个断点，它回报嘛，它已经回报之后，它才到太空人旁边嘛。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 sample code 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去做一个 for 回圈，就会像是这样子，去做一个 for 回圈，然后这样它不断的从第一个点移动到第二个点，第二个点移动到第三个点，第三个点移动到第四个点。那这个旋转 quaternion 你们就可能要自己估一下。自己估一下这个 quaternion 大概是多少，然后 for 回圈跑完之后呢，它整个那个回报完它整个回报完，我们再让它这里就是 for 回圈的截止这里就看到 for 回圈 area point， 然后 area 加，然后 for 回圈跑完之后呢，它patch 完每个点之后呢，你就可以让它跑到这边去做回报OK， 好。好，那这边大概我们的今天的范例教学程式，今天大概就讲到这样。那错误处理的部分，我后续会再拍成影片上传上来给大家。然后这边可以跟大家先讲一个比较好用的这个，有一些辅助工具，其实可以帮助你们写程式因为其实我觉得写起来最麻烦的地方，其实是在写注解的地方，就是说你每次都要做这个写注解嘛？那你要写这个你要写注解就会就是
它就会花你一些时间。那其实如果你可以自己自动注解的话，那当然会更快。那而且你也比较方便去读取这样子。那这边就推荐大家这个工具啊，这个Windsurf plugin 这是一个 Vibe coding 的软体。那你们可能听过，你们如果有在注意 AI coding 圈，大概就知道现在就几个大家，就是GitHub Copilot 现在已经有点没落了，但是其实我还是很爱用。对啊，现在就是 Cursor 跟 Windsurf 的天下。目前是 Cursor 跟 Windsurf，Cursor 跟 Windsurf， 还有最近有一个去 Amazon 面试，然后面试上去推广，忘记他的那个软体叫什么，但是他做出来那个也蛮有名的，对，但是我就忘了，可能也不够有名。然后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教一下大家这个 Windsurf 怎么去用。对，你像你看不懂这个 code 嘛，那你可以框起来，好，然后叫他 explain， 好，那他就会这里就会跟你讲说，就是那个这个东西它是在干嘛，好，然后你也可以就是说，这个是 generate document， 这个你不用用到，好，这个就不用用到。然后你也可以，这最好用的其实是这个它的提词功能，就是假设我今天这个 calculate distance 我把它砍掉啊，这个 calculate distance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嘛，就是在算那个2维的距离嘛，对。然后我们这边再开一个就是private 啊，先做这个make calculate distance， 好 ，OK，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我只打到一半哦，只打到 distance 哦，然后它就跑出来了啊。然后这边你确定好OK， 你输入的点是什么 CV 的 point 嘛，这个是 CV 的 point 嘛，那它的算法对不对 ？double dx x 减 x， 然后 double dxy point to x 减 y，OK， 那我就按 tab， 好，它就自己长好了。然后如果我想要下一些注解，对，这里它会自动帮你把这一段程式做注解，好，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用的功能，就是说它会帮你自动把这个程式做完填补。那也是解释说为什么我喜欢在 VS Code 上面做编辑，就是说都有这些相关的配件可以用。那它的套装软体更强，它套装软体可以帮你分析整个专案，然后你就下指令给他。但是你要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虽然现在的 AI 很强，但是你会有时候会遇到一种状况，就是说我把东西丢进去了，但是它根本完全就没有关系。就是你看不懂这个程式啊，就是我可以秀一下这个例子，好，就是为什么虽然现在 AI 很强，为什么我们还要学程式还要学，就是它是很强没有错，但是你还是要有一些基础的观念，因为你看像我写这个例子，帮我列出一个直接列出我资料夹，说我档名的 Python 程式 ，OK， 然后我就这边就import OS 嘛，那这是 Python 语法，然后就print your folder， 然后就 print name， 结果我去执行啊，哇，根本找不到这个 your folder path 在哪里啊，然后就报 error， 然后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对，所以说你要去看懂，你虽然现在要去应用这些工具，但是你还是要去了解一些它的基础原理。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要讲一些简单的那个 Java Basic。那虽然这个 Java Basic 现在就是学习很快，就是你把这些问题呢，其实你如果不是抱持着一个就是只是要解决心，你如果是抱持一个就是说想探究它到底是为什么心，你去问的话，那其实这对你的这个 AI 对你的程式能力就是很有帮助的，就只能说百利无一害。对，那但
但是如果你只是抱持着说把所有东西都丢给他，然后让他自己做，然后你都不管，那他有可能就不小心就把你什么重要的东西就删掉，然后什么奇怪的东西，什么重要的程式码就没改掉。像我的程式码也是，他那个时候在写的时候，其实他一直把我改掉很多，我觉得他一直帮我改掉，我觉得很多我觉得需要重要的程式码。所以其实你在写的时候，你还是要有一些 sense， 就是大概有一个大概的框架说，这个东西大概要怎么写，然后去做，然后再去看说AI generate 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有吻合你的框架，就是说你要读得懂它的东西，你才不会被它骗。OK， 好，那今天的工作坊应该差不多就这样子了。那我这边就是 Windsurf 这边也大概教给大家。就是说有这个工具，那大家我这边是，如果你是大学生啊，大学生我记得有些学校你要查一下，有些学校有没有 GitHub Copilot 的授权，就是像我是有 GitHub Copilot 的授权，那我这边也是就是可以直接做这个 GitHub Copilot 的指令，对，然后我也可以做这个 explain， 就是说GitHub Copilot， 然后 explain。然后他就会跟你讲说，这个是做什么事情，然后跟你解释，然后你说请用中文跟我讲，所以我觉得是多问，就是说不是当伸手牌，就是你要多问，然后多去了解这个为什么，那你这个现在学写程式的速度就会比以前，就是3年前的我们、4年前的我们还要快很多，对。对，好 ，OK，那大概今天的这个课程就讲到这样。那剩下 error handling 跟进阶的影像处理，这个如果我后续应该还会再拍成影片，然后上传上去。好，那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官方 YouTube 频道。对，那 GitHub 的部分也会再推上去这样子。然后我看刚刚好像有人举手，对不对？哦，你按到 ，OK，好，那今天工作坊就我是不是应该打一个谢谢大家？我还打一个谢谢大家好了，对，我还写一个谢谢大家，OK，好，OK，投影过来，OK，谢谢大家，好，对。好，那大家记得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 FB 粉专，然后跟我们的 Instagram， 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我们的 FB 粉还有 YouTube 吧，YouTube 会上传一些影片这样子。然后那个关于官网的部分，你们也可以随时去 follow， 就是会有最新的消息就进行公告。对，那提醒还没报名的同学，报名到5月26号截止，然后可以那个多拉一点朋友来报名。对，然后最近应该也会有一个惊喜，可以跟那个让大家看这样子，那就持续关注我们的消息。好，OK，那谢谢各位今天来参与我们的会议，谢谢。哦，对，然后刚才有一个说要问 Git 的，是不是那个同学？我们可以，我觉得我可以现在教你一下怎么弄。对，看你要不要现在有空的话，要不要来讨论一下？不会，不可。
好，那我这边就把会议关掉咯。谢谢大家的参与。OK， 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